你在你在移形的话呢，你可以去考虑，但是就我你说，就是他是天赋上面来讲，他可以去带挽留嘛，对吧？没错。那你如果说你要去带这种失常的话，你可能只能是一个张皇了。对，就不考虑后期的问题，就开门战的问题。对，窥视者。看看吧，选到右边的脸上是一个飞行家，然后左手边是中场的一个守墓人。这守墓人了，守墓人开局应该会直接拉往大房或者是荡神区走。对，因为河道上面的人还是好看一下，那肯定是想找一下守墓嘛。守墓人直接拉点，他就直接下铲了，算了，不追了。心跳一起，铲子直接下，不给你机会啊。不过这个咒术师桃园的位置不太好，这里的话比较空地。他的双龙惊喜点放得很准，对，但他2个双龙惊喜的话是扭掉了，只吃了1个球。是的。荡神，没蹭上。是的，跟着荡过来，还是要等下一波的双重惊喜啊。没错，这不就有双球的机会扔上到吗？哎呦，很细节，他用后断了一波，不过第2下打中了。没错。不过区别还是有的，如果刚刚直接不咒术的话，不咒像的话，可能就直接吹第1刀了。现在已经上了第2个球了。是的，这样的话已经直接交，那是可以交后再进板。哇，感觉这个追击还是有压力啊，追击效率很高啊。那下一波倒地了，看飞轮怎么用了。这边还有猴跟飞轮垫一下，看一下轮能轮出来吗？先把他去锁一个让信幕交不出来。对他，我先用焰火舞台锁住了，他就交不出来了。姜王者也是知道的，只要不飞人顶，这一波他就一定活不了。因为他最后就差一个红色，所以说他只要我先烫你，烫到了，然后我再打就行了。对你没有反制的办法的。那看接下来怎么救了。而且这一把要看他们观众效应怎么卡。这里直接发现了，还好，人下铲，看要不要去打出来了，可以消耗了一个道具。还有第2段有机会双倒啊！这一波，哎呦，躲得很好。哎，救了，但守门员被硬打，然后要去摊一个双倒，想砸板，哇，砸中了！姜王者很敢过这个位置。那硬摊咒术走远了，因为他移形已经交了，他不能移形赶路。回忆这波处理的真的很好。对，所以说如果他还要摊回忆的话呢，可能就出大问题了。姜王者是很果断回头了。是的，好，倒角落吧，保证自己的一个节奏衔接嘛。但第2波的话还能换一个人来救。过客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呀？提前过来了，他提前108000年蹲在篝火后面，这个我相信姜王者想不到，真想不到。灯下黑说白了。哎 ，BGM 响了，看不到，人看不到，那 BGM 响了。是的，有追击音乐。对，追击音乐是一个提醒嘛，对姜王来说，但是第一时间确实没有发现啊。是的，双魂惊喜，感觉要救的快呀。是的，外面观众效应吃的加成吃的不多了。对，不过我觉得好处就是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去补状态。是的，他们现在得补状态，因为最后台密码机他们不够点的，差太多了。是的。的话，咒术也是把自己的后交完，飞轮也提前放了，看能不能活出搏命时间，因为他16是不太够的，要补回来才行。对，感觉很难了，很难。还是直接倒了。是的，那现在差一台整的密码机，外面状态得补，不然姜王者等一下都是。还有个通缉，还好没有通到半状态。他有通缉到守墓人或者魔石其中一个，他就但是他一个移形找到了真9，这个地图的特性太空旷了，可能前面看到某些信息，判断到空调的位置、过客的位置了。是的，我觉得也是中场密码机一亮嘛，他觉得这里肯定有人在补状态，直接飞过来。对，不过空调手里面还有个化险为夷，还能拖一拖玩一玩。不过目前这个节奏，因为他第2波无缝衔接，第1波打完剩1整台，那现在这个密码进度肯定是不够。对，他赢面很大呀。是的，那除非接下来空调非常秀的一个卡满且自己不被双的救人，叫玄庭，那这波有可能被逼救了。是的，那密码机不够了，怕被双倒。无伤摊他吗？但是要硬摊，想硬摊。大家感觉这个时候道具在冷却，应该是要倒。倒了。哇，那感觉9可以不追魔术，他甚至可以管密码机。对，他挂飞行家也行，管密码机也行。现在远端回忆也不太敢修了。是的，这里他估计要拖一个飞行家的一个自起。那魔术得要起一台新的密码机，但问题来，守墓人的道具没多少了，就一点点耐久。只能是装模作样的，先拖一点时间，等下就要自己出土了。好，震颤出土拉远距离，只要不被秒就 OK 了，还有机会的。另外一边在补状态。是的，
所以就看用花多长时间去管这个守墓人了。主要守墓是白板，喧嚣打白板，砍瓜切菜啊！要被秒。是的，那看这波，哎，双经理放歪了。哦呦，熟练度好高，其实。他对这个舞台的理解很深啊。是的。这样的话，等于把你挂在一个仅存的遗产机脸上，而且外面都是半状态嘛。你补状态的话，密码机就没有人修。对，刚刚追了那么久，密码机没有破，是因为他要补飞行家的状态。但飞行家过来的时候可能被拦截的，双经理定位到了。对，移形还是好的，有点救不了人了。空调现在应该是救不了的了。对他被压得太远了，只能2个人全撒手，那么这个局很大概率要陷入一个4抓的节奏。没错。感觉他这里可以假追空调，然后等下一个移形回去调这边的一个过客的魔术啊。但他这边没有看到魔术的信息，所以选择直接追空调也可以，只要能秒，毕竟等于是白板嘛。对的。双惊喜，哇，追击效率太高了，熟练度真的夸张。这2个双惊喜配空中飞人直接顺秒了。对，而且你救下来之后，我可以直接秒回去。我这边无所谓，一个移形过去，2个人都不能牵制，一个魔术半状态，一个守墓半状态，道具都没有。而且守墓人也是一个挂飞了。双惊喜定位到了，那另外一边过客偷偷摸摸的往另外一边走，他不能暴露他的位置，所以他慢翻。这里的话想躲也完全躲不了，被发现了。那就看能坚持多久了，回忆。但这个位置感觉完全没机会啊。是的，太差了。是的，他往角落倒一倒，我觉得挺快的了。哎，还能扭，绕场谢幕就没办法了。是的。这样的话，先减员2个，先保下这把肯定稳赢，就看是3还是4了。主要现在一台密码就差80，一台差50，监管者双惊喜又定。不给机会，而且它有定位作用，哇，对，很难。是的，过客他这里要拖个70的一个进度吧。是的，70的密码机有点难啊，就一根魔术棒，且它是单搏命的。对的，他没有飞轮，不好去消这样的一个标记。在前面一颗球，看一下第2段，宝贝就被架住了。魔术棒也是交出来。哎，你别说，还真有点机会，他这一波，对吧？现在完全没有上球，密码机已经70了。对，就下一波双惊喜了，就下一波双惊喜是唯一的机会了。看能不能拖到压好啊，还有机会去走一个的，因为现在移形还差一点。打到吗？还差个焰火舞台。往脸上翻，绕场要秀起来吗？可惜密码机92被牵起来了，就差7%啊！是的，就差最后这么一点点的进度。监管者估计也不敢丢啊。他如果放的话，那密码机肯定好了。对，他挂的话，挂到移形过去找飞行家，因为他挽留。但是对啊，无所谓的嘛。你开了的话，我也是1刀倒。对，没错。可能想吃一个回光返照那条线上的一个逃逸加速吧。差一些。等下波绕场谢幕也行，但是空调这个位置等不了啊，他很想盖，只能盖。但是监管者你不急，我不过板行不行？我等下波双惊喜嘛。对，因为你现在是白板。哦呦，击倒！有4抓，太漂亮了。还是那句话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啊。是的。这把无论是前期的追击，还中后期的跛脚羊要争了。看这把他跛脚羊能不能打出效果来？玩一个4是吧？60%的胜率，我的妈呀！求生者他们现在就是要走一个。对，经典了，就把幸运儿保在里面。一般都是说我有一个借尸或者冒险家这样。冒险家或者是幸运儿有，昨天也有一个类似的，也是把幸运儿包在里面。他的决策是先往11这边靠。逼怀表，捏他特别喜欢逼怀表。这位选手，大副开门战没道具就很容易被秒了。不交吗？想说你交笼子我再给。对，走了，捏感觉到。没有什么便宜可以占就走了，11不吃压力呀。是的，没错。然后这边选找小夜明，看这个气象刀了，哇，不错，不过还行，反应非常快。是的，不过维龙还在。咦，要走到脸上，2个人互相换位，预判，哎呦，漂亮，飞到。哎呦，不过第2个龙失误了，不过没事，还有打折维龙，还是有1道机会。风人层云，选择交层云。层云的话就有可能挨刀了，看他怎么交。是的，哇！监管者把那个围笼子给拆掉了，他正好钻过去，好亏啊！这波。今天这2波操作稍微有点小问题啊。对，没错。看一下，还行，抽到一个半刀。前期的60秒比较差一些的对监管者，不过没关系，有市场，一切都还能扭。有转机的。对，只要能踹到就有转机。
下面2个维龙秒掉的话是有说法，是的，吸过来可以。手上还有一个层云，而且有飞轮，看小渊明这里怎么操作了。他觉得监管者有愿力，所以这边不着急往上面走。他想卡反刚刚还。对的，结交层云，这边维龙要把给框起来。哎，但是飞进去里面了，这个窗。是一个小技巧自己反而被卡住了。还有个飞轮，维龙要掉了。对的，这边一直在给骗。有飞轮。哇，好秀啊！3台密码机了，而且飞轮还没有交。这个时候这个飞轮还能拖一个维龙呢。是的，这边里面是一个双板区啊。转过去单向维龙，骗一下。但是感觉位置要倒。还能躲吗？我觉得他不钻就行了，就这个位置离椅子还比较远嘛。对。那密码3台够了呀。我觉得求生者只要牵制够3台了，就不要想着卡观众效应。哇，说实话，这是这几天我看到唯一把没卡观众效应的。是，就感觉就是直接就牵制3台密码机，只要三台密码机就没有卡的必要了，而且对面没有交窥视者，他也没有交闪现，那他什么呢？很大概率是失常啊。对，这把优势真的大，对于求生者来讲，他这个失常用不出来了。没错，续刀还到了。那现在这波救人还想拖？那也行吧。主要是把气象他没带回光返照，所以说的话尽量是先拖到密码机压好。震慑了就还行，掏下来了。怕的是什么？怕的震慑，但11这边很赶，他觉得这把求生者可以争，所以我选择摊，不着急救。是的，他们想要去奔着多跑打4人开门战去打，保平打啊！毕竟气象没有回光返照，就最起码保证能开门战的时候呢，气象还没有被淘汰。但是这把还有个古董伤的，对，这个能不能挂上人还是另外一件事。是的，但是古董伤远啊，距离稍微有点远。他密码机了，没有来的特别早，也行吧。哎，但是他开门战，他救完人之后，你哪怕给他打倒，他还能去欧一下。对，没错，还能去欧一下。起码说能把你的愿力给废掉，或者说去逼你切一个底牌。监管者选择管密码机去了，想踹，好想交市场。对，哎呦，很急。怎么说？我想把怀表给逼了，给11上压力，但那边人被偷了，还要来吗？不管了，打救人位，漂亮。那这样子还能踹密码机，外面得起新的密码机了，换一波节奏。对，这是他的唯一的机会点，他老是守乙，那已经是不可能赢的了，赢不了。他这把真4，所以只能赌。对的，他想要去创造多的面的话，就不能让你亮密码机。没错，先踹一脚。3分40秒，不踹了，还不交技能，他不知道外面有没有围在外面了。哇，切闪，想打一个拦截救下来。古董伤也能救，这个时间来不及啊！问题是，他拦到了幸运儿也没用啊。是的，大副的屁股是巨铁的，而且脸上的进度已经80多了，他守不住了怎么办？太耐做了。完了，幸运儿还打不倒哦，还好，还倒了。那古董伤里面救下还能卡个半，外面起新的密码机了。这个时候古董上稍微给点压力，监管者还真拿他们没办法。对，而且这个人还是让气象来救的，套一个化险为夷，你就算打了我也能拉走。是的。哎，我觉得他要不就顶化险为夷强修算了，反正这密码机他也踢不了了。是的，还是倒在脸上。求稳了，求生者这边气象赶紧跑，因为气象没有回光返照。下一波可能想让古董伤过来。对，他是选择新修，然后2个人换位。对。幸运儿不交自愈，他怕伏笔嘛，就无所谓了，你挂我就给你挂。对，古董伤来了嘛，过来，看看心燕，他有飞轮呐，你拦不住他的。是的，先救幸运儿，哎，大副耐做就是没办法，太有安全感了。对，没错。维龙得拆吧，不然大副那边有危险。监管的怨力还是蛮多的。有2个人，你2个人拆得很快。对啊，打一刀幸运儿那边古董伤还不敢亮，他不敢亮，他亮的话，飞轮赶距离，直接掏再框。博震慑打一棍直接救，没办法，这密码机要压好，直接开了，而且4人开门战。对，刚好那个没有回光返的人在压机啊。这把监管者还切底牌了，技能还没好，而且愿力不多，只有1个笼子。现在回追大副大概率还有表，他表还没结束。但是2段应该摇不到了，2、3段摇不到了。他不好说，他走过来要摇到了。对啊，哎呦，差一点点，没打着。不过没关系啊，另外一边门口已经50%了，这一把 ACT 打非常好啊。哎，关对手啊，不过没关系，击倒了。主要是你现在没有技能了嘛，你切成了一个闪现，你没有办法去管门了。是的，他这把如果说想要争4的话，他必须前期追得快，然后能时常踹出来。没错，在中期的时候有机会去控密码机，开门战去切传送才有说法。后面他切技能，整个狙了，没有意外。前期吧，
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好的追击节奏，因为现在追击的版本嘛，歌剧这个版本稍微好一点，你这个保平面就很大了。但是如果说你倒得太快，那就不行。太快的话，歌剧还是能平推的。这边是把火灾放桥上了，也是吸取之前的一个经验。对，那让监湾以为佣兵会在桥上。哎，但是说实话，这佣兵要不也……看一下。找佣兵去了。有点想法啊？找佣兵去了吗？没有找。正常来讲呢，佣兵位置好是能追，但是鬼屋的这个位置不好追。看看起点站这边怎么博弈吧，因为不能让他踢上去，然后回速。哎，距离很近啊。但是还是稍微是不是差点距离？身位刀是没有，哎，一个断了。哦，本来应该是有一刀的，那一个断了。这里需要极高的一个熟练度。不过怎么回头了？星焰想直接开枪，应该是。对，防你直接带一手兴奋着。对的，没错。那不过这个位置你开了枪也不太好牵制啊。他应该是想拖第二波坐车时间。对，那时间还早，现在他得要再搏一个板，这个板不能盖了。搏板然后等吃刀。是的。哎呦，不到，有点他就有点难受。不打算再去坐车了，因为监望者带移形。但这边断引了，飞轮进板。哎呦，这个头铁，哎呀，这头很铁。捏捏其实想法很好啊，反正我隐约断了，我也拿不到刀，我不投铁，我这交闪现漂亮。哦，那这波很果断了。那接下来救人的肯定是佣兵呢，在旁边。但密码机现在加起来才2台密码机。感觉刚才那个板区的话，现在是没有搏好啊。对，让他直接头顶拿了一刀，不然的话这边还是倒不了的。我觉得追击效率还是很高啊，捏捏熟人度很高的。那看看要逼佣兵救，佣兵这边想拖时间。到了，所以说残护轴上2楼吧。哇，那拖那个时间嘛，拖观众效应。那你这样的话，你估计还得再交一个护腕，对吧？你等下一波的一个弹护腕。哎，太耐做了，空军现在还有1/3的血线。好，这边鬼屋已经改过了，也没有办法卡位，对，卡不住了，护轴得交。哇，漂亮，过来直接掏当涛哥。呀，无伤救人家扛刀，那空军还有机会去牵制吗？这观众效应吃的满满，他还直接救下来。哎，这个板子没有抽到，但是现在选择直接走。哦，他倒角落了。他倒角落就是用这套，因为他不可能，他哪怕真盖到了，他也牵制不了几秒，还不如倒角落，远离遗产。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嘛。等下空军再挂，然后那边修完之后再让狗过来开个化险为夷。狗是提前绕了。贴的那个鬼板的位置，他甚至是蹲着过来的。对他提前绕了，怕拦截。对，确实歌剧的拦截特别可怕。那这边现在看视野，那狗狗的话真的是完全是蹲着过来，对吧？整个人都跟这个建筑物融为一体，慢慢蹭过来的。没办法，这个地图跟那个不归零一样的，很空旷，所以他提前很早就过来了。视野太开阔了。对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讨台进度。得救吧。还好空军他耐做，哎呦，打断一下，然后再弹过来，稍微有点极限啊，这里有点害怕震慑，还好。那空军肯定不溜了，往外面走就算了，就是把它卖掉，然后看能不能去打一个平局。是的，那另外一边佣兵跟火灾需要汇合，他们2个得补状态，同时病患得起一台新的密码机。就只能寄希望于这手通缉了，能不能通到这2个补状态的人，然后等下把它挂飞，直接去找。这个位置离子挺远的，是的，看看能不能？我觉得2/3的一个概率嘛，直接散开了，他们只摸一个，散开了，那就1/3。很聪明，很聪明。但是没有通到这个火灾。是的，是的。不过他们互补完状态，方向是确定的。你一个人往左边走，一个人往右边走，这个耳鸣应该是知道是火灾，但是他会追吗？选择追佣兵。歌剧2阶之后追佣兵效率很高的，道具打一打。那只有1个护轴，他不交就得吃刀。这个鬼板区还是能玩啊。回速，但他能翻回来。可以大胆翻了，对你把回速这个板子得踢的，这板子不踢，他刚刚想拼回速。这里应该是有刀，所以选择直接交护腕。想拖时间，外面密码机已经50%了，他只需要正常吃2刀密码机就够了。他这个板区衔接的很熟练，他对于这里很会牵制啊。哇，11这把可以玩的，被抽了一刀，但没有关系啊，密码机够了。而且你这里交回速的话还能再翻。慢了一点，那就好像能稍微有点亏，因为他这波翻过去应该是能拖到压好。卡个板吗？不行，倒角落算了，能压好能挂。对，
哦，那还差一点点，有点可惜啊。他这个板子，他如果稍微往外面走多2秒钟，密码机都够了。对他主要这里是亏了一个人贴门的时间，对吧？对如果说你来救的话，就没有人能贴门。多个变数了。对，如果说本来佣兵能撑的话，可以让一个人压击一个人去点门了。对，这1、2秒差的还是挺多的而。且感觉这里过来要被拦截啊，太远了吧？这也是的，他们一开始是2个人双抢，但是密码机就差一些，回速了，怕偷。小一鸣在那边就等你交回速，实话他也不敢过来，当时就是一个心理博弈啊。对这边交钩过来，是勾到滑梯上了滑梯。上面再走下来，那钩子一个 CD 5秒钟能拖好吗？那个斜吊反射，你钩子反弹，这边估能计要倒吗？地，哎，还好差一。些，哇，燃尽了，道具都可以能交完了。能救。是的，能翻吗？可惜。哎呦，可惜了，可惜了。不过还是能救，只是2个人在脸上都没有道具，2个白板，啊、得击倒佣兵，击倒佣兵，佣兵自愈慢，是的，能3抓。这把估计这个病患得去找地窖了，说实话。回速，哎，回速骗到了，可以。要争。小一鸣这里的话踩走，他其实有传送可以不着急。那看病患有没有走地窖的说法了。主要是这个门好像还没点。哦，门不敢点。对。因为他那台密码机离门口还是有点远。交传送了，传过来，有耳鸣看到火灾，那感觉应该是没一手。地窖在这里，那应该是3抓了。因为你现在的话，病患肯定是管不了了嘛。对，那病患那边离门口也远，他要走地窖也难，狗狗要走地窖非常难，除非真的打得很好。看狗狗操作了，得天神下凡才能走地窖，太难了。对，门现在还没有贴呢，还要等个17、18秒呢。走刀，看一下，哇，找到了。哎，门在点了，才摸到，还要牵制。他没有气囊，他多一个气囊真有机会，但是他就没有气囊，没道具了，白板。他还要前进10几秒，然后再去走地窖。哇，这个条件还是有点苛刻。他旁边这个气囊，两边一左一右，这个板区你得踩，不踩到你还不好追。他可以搏回速，看他搏不搏，还是说单纯的搏速度？哦呦，这边一直在拼速度，挽牛还有40多秒，这挽牛时间点要注意的。我一直在左右横跳，哎呦，可惜，太慢了。没错，格局还是太快了，因为你有这个隐跃的一个加速嘛。没错，拿到了一个3抓。你像上一把对吧？前期我去哪怕在选点上有点劣势的一个情况下，还是去拿到了一个多抓。那这把选起点站还是选终点站的位置呢？没有意外的话，是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几张图里面，监管者会去选边角的一个情况。没错，得看角色嘛。格局，好看这把过客要怎么牵制了。不过一般是转圈圈的了。他选择先玩板子，屋子后面走，对，要拍2个板再抬锯子。但这里好像有点被架住啊。你这个位置有点不好交火箭。得交了，你看被骗了，我就往你前面，哎，先，哇，这个火箭断了，撞墙了，要吃刀呀！他是什么？他觉得自己会被打断，所以撞墙减速给监管者。对，但是监管者隐约没有断，还是吃刀了。说实话，感觉还是得直接拉。哎，不过这样的话，你把自己架在里面，还是要吃刀的。对的，他就稍微心跳起了一会儿再拉嘛。一个慢翻。不过没有关系，监管者隐约断了，没刀。那看下一个火箭怎么交了，得提前交了，不能等了。还在等，有点不好交，他怕被架住，在前面去交吧。加速，监管得防了一下他撞墙。是的，因为我可以等你这个火箭结束嘛，格局太快了。过客想去把监管给撞了，闪现，要闪。哎呦，那这把节奏跟上一把的节奏区别不是特别大，有点快这把。对，它就等于是闪现刚好就到了。对的，没错，60秒倒地嘛。那通缉的是佣兵，哎呦，回忆现在不好卡了，歌剧的机动性还是很强。现在压力给到回忆这儿了，队友倒的时间比较快，他就一定要卡满。小女孩要不要过来帮救一下呢？不过监管这边是回速了，那还是交道具吧。好，救下来之后，这时间做的还是比较满，密码机稍微追回来一点点。是的，那过客肯定不牵制的，往角落倒。鬼屋鬼屋靠墙的中间位置，那个位置是离哪个椅子都远，将近2台半的一个密码机，是的，2挂2台半多，还是比较少啊。对于针灸来讲，这把确实有说法。而且你像枯丑的话，它其实还是不比空军，但毕竟我空军能做呀，做是的。上一把做了半天，那个水线还是安全的。是的。啊，刚刚佣兵过来就必须得救了，没办法了。挺极限的了，当时那佣兵都绕了鬼屋上下一整圈，然后他才救。
是的，那接下来空调准备救人，但空调的位置，监望者可能逼也救。是明牌的，哇，2波都是能够通到来救人的。哎呦，监望者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不过没有关系啊，回溯的时候正好打到逼救了。那亏小丑的血线很早，这个火箭要不直接交了吧？还想省，他也想晚一点让空调帮忙保一下，再交火箭。他得要6啊，这波。主要是哎身具，哎呦，不太对，说话不太对，这个思路是有点小问题。他对身具的把控特别不精准。对，哎，为什么不到位？就我觉得过客啊，他比较想着就是贪道具，我个人认为。那按照以往我们看的亏小丑经验都是什么呢？人没到，锯子先拉了。是的。因为歌剧是个位移能力很强的角色，就是最好的博弈就是不博弈。对，我隔着10万8，你像第一把那个守墓人，我直接开局下个铲走了，我心跳一开，我直接下铲子，追不了了，对不对？他其实哭手就该这么玩。对，就是我开局我啥都没干，我先拉个火箭先跑。所以我觉得过客可能想抗压吧，所以才慢一点点，有点想当英雄吧，但是给机会了。没错，那看看接下来陶晚安能不能救这局了？因为密码间外面差1台半呢。是的。监管者想看，不想消耗道具吗？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对于一个气象来讲。啊，是的。回速，很近。看一下手上有没有风，怎么说？吹了，哇，漂亮！哇，吹了好久。哇，这还断了，这风太厉害了，说实话。因为他们有障碍物。不，他的风怎么感觉是我一个风顶我2个风啊？对，陶晚安的熟练度很高啊。看了，不追了。那传送落地，这个是30多的密码机，他想要守最后一台密码机，把其他密码全放了。那接下来空调半状态，他能牵制吗？有点难，而且他是纯搏的。纯搏，哎，回速被打断了。上一波他是先回的。对，没错，这一波就失误了。那现在外面得再起一台新的密码机，能不能保平北极的 baby 界？真有机会，有，因为他现在2波节奏被断了。对，陶晚安跟空调都牵制起来了。哦，击倒了。也算是牵起来。正常来讲，落地就没了。对，半状态，没飞轮，啥都没有，就一个输液。正常来讲，肯定是没了。现在比较尬的一个点就是没有化险为夷了嘛，然后你要过来救人，是有可能把传送给拖好。针灸他同样还是有3抓的面的，因为那个求生者贴门需要时间嘛。是，密码机最后一台离终点站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有点距离，而且幽冥这里要被直接逼救了。道具得交了吧？那不能省。回忆现在交道具很果断啊。其实北京的北 B 界打法啊，就只需要你稳就行了，不需要你特别秀。是的，毕竟他们3搏命嘛，然后体系还是很成熟的。这样的话，佣兵在开门战可能会作为一个突破口啊，感觉。是的，没道具，但这波选择不追小女孩那就很恐怖了，因为小女孩有传送。确实，必须得追她，就好比祭司开门战得优先处理，不能让他开门战活着，对吧？得去抓他。这波这样保了佣兵一个满状态。没错，那传送是好的，如果能秒掉佣兵门口是开不了的。监管者因为他是有报幕的，是能知道佣兵的位置，所以佣兵一定会骗。特别逼的佣兵过来，没有道具了，最后一个输液交出来，门现在还没有开，是不是骗了？是不是在骗了？回忆在骗回忆。是的。那现在监管者得先挂了。终点那边，哎呦，骗到了，骗了，还没有回速。他们很喜欢骗报幕的。是的，这是他们的底层逻辑。你看到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想去的地方，我是故意给你看的。你能看到的是我给你看的。是的，并不是我真正的我。哎，他这一波真没招，他就怕佣兵在起点，他不敢去传这个终点，因为他怕把人一挂传终点，佣兵能过来。是的，所以说他只能先去管佣兵，但是他没有想到佣兵他不点门。对，佣兵是故意等你报幕5秒过了之后再去的，这种太灵活了。心理战，我觉得北京比是很成熟的。他们那这个平局对于针灸来讲的话，小亏吧。亏肯定是亏。主要 ACT 他们没有一个多嘛，现在是少一个大 V。争了，这个阵容我觉得艾维最地图是比较合适的，然后也克这个古董商。但是问题来，有个心理学家拉拉队员，在1号机。那这个位置的话，可以把墓地给封锁住，脸上的追击目标肯定最好是找一下拉拉。伊森走一边，然后本体走一边嘛，两边都干扰嘛，然后再把伊森拉回来。14人选择往这个小木屋走，本体好像也是这个方向哦。是想要直接去动一下拉拉了。他不想干扰密码机，因为这个地图密码机太近了。想要一个快速的节奏，对，顺便干扰一下古董商。顺路。应该是什么呢？我本来想去古董商的，然后干扰拉拉队的情况下，顺路去找这个古董商。这样的话，等于是开局3个人都不好修，而且古董商已经上了58这个幸运。没错，旋律度很高啊，这时空之影。
那接下来古董商看都不能多看一眼了。对的，看一眼的话就要被喷满。哎呦，这98慢翻过来，能回头危险啊！问硬蹭吗？有这波操作吗？过客比较难，不太敢。先叫云门进板，然后看出来，哎，空了一刀，那这边来不及了，哇，好秀！这个很关键，他云门回头盖板正好消掉侵蚀度，然后呢，你没有第一时间踩板。没错。那现在对闪现好了，不能乱翻了。是的。那现在看看能不能平地追一刀，但是监管者这边，可惜了，先吃到机关枪。对。他本来想着用这个异族本相打断他的，但是先吃机关枪，再吃的异族本相。这边的话，60以上的侵蚀度是可以考虑闪现开的。对，但是被止割了。哦，也行吧，等本体再喷一次吗？想再喷一口。哎呀，没喷到。也没喷到。他得站到你前面去喷，他不能站后面喷。对，那现在再让伊森恩过去。哦，想要本体去干扰密码机，然后再让这个伊森去找古董商，然后闪现击倒。他这不稍微有点糟糕了呀？我感觉是亏了，拖了一点点时间。溜了很久了。那整体上来讲，这个牵制我算可以的了，因为他首先吃闪现，其次密码机加起来呢，也2台半多了，不到3台吗？是的。但我觉得他这把唯一一个好的点就在于他这个2阶开得快，对吧？拿了个震慑。那现在队友过来就来的那么早，应该没问题吧？来的那么早，他要摊血线的话是有点风险的。哎，时空这几个角色不是说他是控场监管者，他手也很恐怖的。我们今天赛场见过很多次。那他这个陶片没有包到这个整个椅子，所以说没有给到太多压力。他不涨那个侵蚀度。打了一个针对刀，看自己这个2阶怎么样去利用了。那回忆啊，回忆今天真的很稳哦，从前面到现在挺稳的，今天表现得很好，都没有给到机会嘛。是的，而且这波无伤救很关键啊。首先少一层地 buff， 修得更快。哎，看能不能先摊一刀拉拉，因为他不想用这个陶片2阶去挂人。省下来地 buff 又给出去了，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挂人慢了嘛，他前面管拉队员等于这个化险为的时间多了10秒钟时间。这个的话就是看伊斯人能不能控住场。没错。因为这边艾维的话，他还得再守一波乙。心理学家要过来吗？没有过来。心理学家想让大副再救一次，毕竟前面无伤救了。密码机太多了。对，这把是有机会的。这边直接修，他也不敢过去，因为过去了回不来。应该是要硬亮了那一台。是的，打一刀。这样的话，现在侵蚀度也是比较多。哎，飞轮满出来，是满了。过客。哎呀，这个失误太严重了，有点紧张了。其实这个真不应该。我觉得这个真不应该。这个他虽然说也是需要一定操作的，但是这个操作并不难。这个其实现在是属于基本操作。说白了，他飞轮走了，监管者杀不了他，下波击倒估计得要闪现了。对，或者说他要等下一个2阶，那可能密码机就够了。那密码机可能就够了。那重点是精纯竞速本来就在他头上，是的，所以下一波 CD 得要30多秒之后才能再打一波2阶，而且他还有失误太严重，他有机关消可以去操作的。是的，是的，是的。这样的话看一下吧，这把应该是能够3人开门战拉起来。是的，这密码机太多了，观众效应的，就是使得密码机很多很多。你要控，看这台90，另外一台90，你控的话很难控。你稍微不注意，他就把密码机给偷掉了。他现在的话也不太好去接一个2追的一个节奏。是的，这边是新的密码机，想要追空调吗？但拉队道具鼓舞，这个花球飞起来，59，就不看你呗。有飞轮，飞轮可以消，你消掉了。但是他选的是绕圈圈，因为他知道他必倒了。外面的话赶紧把3台大遗产补一下，然后让心理准备来救人了。还有个化险为夷，大副手里面有怀表，监管者也不好去换大副，而且大副他修的是多的那台，对，修了一台，他修了一台新的。那现在来看，大副是能把密码机亮了之后去补那台90的密码机的，是能的，因为还有个化险为夷。是他这边要先管大副了，他可能要考虑不守乙了。对，大副这边也不敢修，不能给他修啊，给他修的话密码机够了。是的，打到心里。要不要继续去控一下呢？还是选择有闪现？这一波把伊森给招回来。那
大副可以大胆把密码这个点了。对啊，等于把大副给放跑。但是拉队员这边还是要倒的，一组本相看能不能中。能躲吗？哦，哎呦躲不掉，打中了。那还有不上野的机会，不过密码机压好了，只是需要跑一点图而已。那姜文的再控伊森去管大副，他们这赢面还是很大的。哦，姜文的有赢面，对，有上挂飞，有闪现，还能挂个地下室。挂地下室。是的。心理学家是个白板，大副只有一个怀表。看看真人9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波机会了。希望吧，因为他现在的话也是需要去给到一个对手压力的。很难受。看一下，先喷板，落地刀了呀！而且这边有闪现，有没有来个双落地刀？哎呀，但是没关系，还是要倒一个，两个人应该还是要倒一个。倒个心理学家吧。这边要不要给拉拉扛一下呢？哎，这个心理学家给的那个激励加速好快，跑的比两个人都有加速，会加5%。对的，没错。二级落地把拉了1秒，那边是有逃骗的，本体得先过去。要不要先传过去呢？挂人的话门要开了呀！挂门开了，另外一边是到门口了吗？真9这边好像有点他错判密码机错判那个门的进度了。哎呦，这一波平局了。他只能先传过来，然后把伊森调过来，然后再进门口，先把门给管住，因为那边是有一个我觉得对他要求很大。意图是优势的，但阵容来讲呢，不太舒服。对他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容错空间，他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雷非常的准且快速，对，快速击倒，然后呢逼迫你什么呢？就是你要来救人，就2次，然后我的手也还能出东西，对吧？没错。对，争多的话确实是稍微会有点看一下对手会不会给机会嘛。是的，这个点要不直接起追击决了。机械师选中场，那你要管他。我反而觉得这把追到这个位赢面更大。那追机械师，我觉得大概率就是往平局走。而且记者的道具打邦邦不厉害。对。好，来吧，看一下这个手追果然是放到了先往记者这边走。是的，那狗狗的牵制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了。哎，想要转吗？我觉得他以防记者包住场，对，把它包在里面，从外往里赶。对的，没问题。压住位置。是的。这狗这里的话也是主动出来出战了，想存雷不着急，踩个板。那现在能把人往那个红毯逼啊，得绕一下，没办法了。对，想下奥飞砸板，但是也没给机会。是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吃刀了，得要看他的奥飞怎么交。连雷感觉有机会连一下，炸一下。第2下感觉也很危险啊，我觉得应该也有了，这个位置是很好炸的。第3下感觉也有，哇，3炸全中，要被秒，这边已经开出了遥控雷。遥控雷他怎么躲呢？不说遥控雷了，连雷他哎呦，个单雷收尾56秒，4炸全中，抓的比歌剧还快。中午没吃饭，吃雷吃饱了，那接下来怎么办了？这四大天王该换人了。这不比跛脚羊厉害。这个太快了，这个太快了，就是4雷全中，不带一点空的。而且他邦邦这下真的是这手也有东西了，因为还通缉到了陶大师。对，但是有个被动，就应该还是没啥问题吧。那还是有点压力的，先被摇一下，再打一刀被动，再放雷，有机会救下来，打一刀，雷不敢掏，还好，吓死了。但是感觉要双倒，这边直接丢3个雷去打双倒，哇，又中了，真的全中，有点太夸张了。雷全中是什么情况？哇，这才是全场游龙啊！这见谁秒谁，这个雷是真的不带一点空的。是的，我很少见这样的邦邦，捏手感太好了，今天状态特别棒。给他评价5个大字：玉面手雷王。我2个字，开了，特别恐怖。他这个雷铺满了，就是真的拉满了。那你这把的话，求生者你想去保平，一下子就变得非常艰难了，因为这个人基本上是救不了。然后我邦邦的话，密码机又差太多。是的，虽然说有结实啊，这把是有结实局啊，没有结实还少半台呢。对，有结实局，那求生者才2台3台。是的，手里还有个移形，下巴还能贴脸。而且我现在一直通着你的一个位置，只要你这个人救不了，我知道马上再去秒你的11。而陶大师打邦邦，那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被动也交了呀，问题是。是的，雷，把他逼走。被炸了。中了啊。对啊。牛。他什么？他是
地毯式打击，你知道吗？都是覆盖范围的。真没招，没办法这个命中率太高我了。AOE 啊，你拿什么躲，对吧？开玩笑呢。就是这击倒人不需要动刀的。别动你邦哥了，是吧？是的，这刀都不带动的，全用雷。哇，捏捏这个邦邦真的值得一般啊，他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再上个雷，铺个雷，绝慢慢来。活出了绝活啊！那现在这个人你怎么救呢？压力啊！这飞行家来救已经是很难救了，对。哎，开大喷那个秒救，哇，操作拉满了。这个是让监卫的反应不过来。是的，是。极速之手，这一波把人这个玩偶得控一下，不然被炸掉了。再扑一下，这遥控再把收掉，给处理掉，而且头大师还跑不掉。能牵制吗？一炸就倒。监卫的手里面雷比较少，很难啊，这个位置。5秒雷，拖点时间进去了，哎，那没了。但这里面抽奖嘛都可以。然后地下室，稳了。我说是监管者，我也说是监管者稳了，因为他这边把人一挂的话，你这就不太可能救了。那现在机械师能救吗？他下去都不一定能，哪怕下去了，你上来怎么上？密码机还不够，那我开门战的时候去处理你一个人就可以了。是的，那看现在能不能苟住，拖到密码机够了。喜宴压力很大，灯下黑吗？不太行。非常大，飞轮落一刀，但是那两个人怎么出来呢？他可是邦邦啊！遥控雷炸一个。再扑，又是覆盖，躲了，还好没雷了，要不没雷出一刀吧？他怕压好了，是不是？哦，他应该是怕压好了。哎呦，那完了，有点自己博弈自己了。确实。没雷了，没事，这个雷可以等，可以再来一波，很关键，这波能不能中？不上，续不上，哎呀，差一点点，0.5秒，哎呀，那这完了，看得好着急啊。不过没关系，他不知道他不是上帝视角，他以为压好了，他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先马上压好。遥控雷吗？不摇，这样摇可以，还是能秒，那没问题。可以，没问题。虽然说没有挽留，但是门没点嘛，他有移形，大概率还是3抓。我觉得捏捏还是很稳的，他不管你密码机好没好，我不炸倒你的，我就不进去。是的。你要是出来就必吃雷。是的。啊，求问的选择就怎么选都好了，你出去也好，不出去也好。但我觉得他也得想想，你猜为什么求问者压好了，他也不往你脸上走去吃大刀，对吧？哎，不点门，想骗移形，想骗移形。那我觉得你这个就骗自己了。移形这个东西，毕竟监管者没有挽留，我说他可能是想打骗移形，把移形骗了之后点门走地窖。移形反正他能有来有回的嘛，对吧？耳鸣亮了，但是这耳鸣并不是脸上的并不是在红毯的耳鸣。这个地窖的话是在小门啊，飞行家想走，他如果被看到就不太好走。主要是2个白板，那结实现在还要骗移形，是都不点门，全在拖。拖到巨了。那现在看看移形，又看谁着急，捏捏姐招了个移形过来，担心人呢？没事，门一个人都没有，门没关，门还能用。欺负我们，看到了，短腿，看到了。那但接师是有一个怀表的，他暴露了位置，只是这个飞行家也没到门口啊。问题是，他有怀表也不一定能走，看星夜这个怀表能不能用上。我觉得他得一直省道具，然后到最后一波的时候关键走怀表。这个时候捏捏雷不能急了，对，他要想想在前面怎么击倒的。他如果等到飞行家把门点开，是能走地窖的。然后他现在跟飞行家有信息差，他不知道那个飞行家出压了，飞行家出压了。这怀表这边连雷躲掉了，怎么说？出压了，管门30。想管界师炸到残状态，这有一个飞轮，哎呀，可惜。飞轮用了也没用，因为大平地前另外一边门口也没开。怎么不去那个窗口呀？感觉去窗口，然后还能有一些博弈空间的。是的，而且前面求生者太谨慎了，移形完之后，对，结实被发现了，飞行家就应该点大门去的。飞行家他跑来点小门太远了，走了一整圈。如果点大门的话，其实乌鸦都出来了。届时当时那个身位是有机会走的。对，他们的角色稍微有些失误吧。还是恭喜北京 W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有惊无险啊！今天真的确实就是 GW 上来的第一手利剑了。专门用波将去尝试去突破对手。是在昨天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发挥还是非常亮眼的。对，其实打的还是非常好的。他的这个未来发展都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注意的。来看一下这边的选点，求者是选了一个4字格，然后把最重要的幸运儿放在右上角绿和最里面的位置。这样的话，你要去找我幸运儿还有时间。来看一下小黄岩这样的一个选点，其实是开局可以尝试去找其他的突破口的。看一下他的目标会放在时间上，还是说直线去找外围的一手幸运儿？反正你带兴奋追古董也可以接受嘛，对吧？然后你或者带兴奋防古董的 OB 也能接受，他的选择比较多。这个方向我绕，想去找猫猫。猫猫的古董商准备迎接一下挑战啊！压迫一下，看一下这个龙子。好像挤到后面去了，放后面去了啊！对。
这个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失误那啊。上来的话，其实就消耗了很多的愿力了。对，这刀是拿不到的，甚至。那开局愿力只有一个笼子，有点炸呀，感觉。这个位置还不好处理，两块板子得逼下一块，或者说把人直接拉出去。对，逼下一块。看一下这个位置，想拼拿一刀，但是没把握好。是这回头一棍点没点中，想把他打回去。对。不过刚过来也没有办法立刻回去啊。手里兴奋好了，看一下这波怎么说。这波就是赌古董商准备过来揍他，然后他直接交一个兴奋。空地的机会的，看一下笼子直接起，飞轮多距离可以。回头一棍兴奋顶出来，哎，很冷静，这波处理其实很冷静。对他等了一下，对，细节做得很好。他知道我交了兴奋之后，我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你这边的一个反应的，所以我直接等你交完，准备钻过去之后，我再去出这一刀。而且的话呢，这个云门相对来说还是补得慢了一点，没有逃出这个刀气范围之外。是的，来看一下星源这边手里是一颗球加上一瓶香水。没有摸一个娃娃，守门人来依旧啊！这一局的话，依然是大家准备把这个观众效应吃到满。点上一台遗产比较小啊，也无所谓。在这边卡一卡，尽量去拖外围的密码机时间。是的，你只要在椅子上坐得越久嘛，我的观众效应吃的就越多。这里直接给一刀，看古董商吧，古董商这波得牵制起来的，手里道具还蛮多的。只能说他的选择还比较多，但是进度这一块呢，不好说，所剩不多。是的。对，但是他好像还是想留着36啊，留着36。这波有化险为夷时间，因为我只凭借我某一个点刺或者抡式，他也撑不过20秒。对，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对，不过也是求生者这个阵容好，你看他外围3名求生者都是有化险为夷的，所以谁离得近谁来救。密码机是能有一个很大的空余时间去修的。是的，是的，3化险为夷是对的啊。这边幸运儿的话也是摸出了娃娃。娃娃，对，看这个玩偶怎么教吧。玩偶可以去补遗产，也可以去贴门，都可以。不过他最后那台密码机选的位置很好，离门也近，然后卡的位置也好。是的，看一下梦露这波直接是无伤救了。那古董商手里还有一棍，这边2个人想帮忙拆，笼子拆得掉吗？2个人斗到一起有点极限哦。不过飞行家帮忙扛了一刀，也还行吧。虽然这刀不扛，交出来有点。对，这刀不扛应该也拿不到古董商这一刀啊。这一个单人间。哇，这个反应好快啊！对，钻过来之后直接一刀带走了古董商。看一下手里有底牌，这波底牌求生者应该是要预料要防一下的。感觉小谎言这一局的话，虽然说能够看到感觉有点紧张和踉踉跄跄，但是好像对于结果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因为还是很不错的。对，节奏也是非常可以的。现在挂飞第一个人，场上还有一整台可以去守，包括还有2个半台的遗产。觉得 T 现在反而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啊！对他们密码机破译的好慢啊！对，我们兴奋这个点带出来破古董商确实是比较有效果的，这还在前期失误了2个笼子的情况之上。倒水交一波可以，但是你没有牵制天赋，这波小伙伴应该是差不多能预判出来的。对，先观察有没有韦伯嘛，然后弹射再看一下就比较明显了。首先是没韦伯，其次是这个点位你双弹要交出来不好交，骗一下飞轮，确定你没有飞轮效应，没有牵制的天赋。那现在其实给到神坠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神坠先把那台90多遗产补亮，然后自己可能还要在，你看这个娃娃能努力一下吗？努力，哎，可以啊，娃娃很努力啊。娃娃很努力。那这样的话，场上可以理解成还差1台的密码机。对，李宝是先修亮过来准备救援，然后让梦露来修。不过这边不给机会，切传送落地。可以，很好想法，因为最后的幸运儿离的其实密码机挺远的。是的，这边状态没有产生损失啊，这个笼子还得自己拆。而且手里愿力还有一个够的说法，要拖点时间。给到一刀，哎呦，他应该不敢救了。对吧？他得等，因为现在这个局面的话，得等飞行家把自己遗产亮了之后，再去补他94的遗产。对，这个时间还是要蛮长的，得撑很久。但这个位置还要再压过去吗？感觉因为他铲子不太够用了，看一下小谎言这波反应怎么样？不震撼看到。对，哎，直接起。主要他没有办法来得及放笼子，对，他没有提前放笼子，要不然打这一刀也白打。打到针对，那这局其实对于T1来讲节奏很差呀。对，那看能不能走一个了。对，其实还是这波手椅上让守门人救下来了，要不然真的是一个4抓节奏。对，手里道具也不太充裕，但开门战好歹是2个人分得挺开的，感觉也有点像一个4抓。是，只要能够快速处理掉梦露，但这个处理到这个李宝啊，李宝这个位置还行，但下来拖很久，贴门了。对，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来不及管另外一侧门了。李宝相当于把这波笼子给废掉了。哎，这波后撤龙没放出来，刚刚愿力不太够，对，只有后撤没有。对。
那进到下个板区，那应该是能走一个了，拖的时间也是够了。是。哇，小谎言他是很喜欢用后撤龙的一位选手、啊。是的。给到一刀，博弈到了。那这样的话，带走李宝三抓，完成一个3抓，其实也非常能接受了吧？我觉得3抓这个局面。 主要也是前期节奏都挺好的，就是开门战的时候去处理守墓人花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对，但是毕竟小谎言他不是上帝视角啊，他又不知道守墓人这个铲子他所剩无几了，是吧？如果知道你这个铲子连我一个笼子的 CD 你都等不25层激励了25层，是吧？你要是敢过来电我，你电我一下，我直接一个 alt 加1，不是，对吧？直接加速是吧？这个手搓的这个右侧啊，点起来，我直接破顶，好吧？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佩佩选出来不教员非常自信的，也。 侧面证明了 GW 对于打这个阵容，咱们确实觉得比较难啊，但是具体还得取决于队员们进入局内之后一个操作。是的，这边选点也是一个镜像选点，一个田字格，然后还是把幸运儿保到了右上角，但唯一的区别是中场。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16人选是谁呢？因为这几个人其实都可以担当自己的16人选。看一下举笼子压迫一下这个方向，但举的不是舒米的笼子，对幸运儿好像是没什么想法了。 好像想去找一下木偶师吗？找一下未来的木偶师。看一下，直接过来。哦，磊磊这边翻箱子翻了个香水啊。那这个包裹留着给娃娃，如果自己不被追的话。对的，可以留一留。对。过来找了一圈没找到人。想去找周末吗？还在压迫穷者。这个愿力过一会儿都要满了啊，是得尽快开始追了。好，找到了磊磊，兜兜转转还得是磊。 还得是不对呀，磊磊第2个许愿的是护腕吗？护腕直接弹掉了，这笼子还没掉呢。佩佩想了想，有点人呢？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坏了。想了想，怎么会有幸运儿打不对人许愿护腕呢？不对劲，开局直接走远了，直接补一手窥视者。啊，磊磊在大气层嘛这一波，因为他第1个香水肯定是失败了吧？这个许愿过了好远的距离啊，然后这个笼子还没补到，我的天哪， 2个笼子都没补到，2个单人家。 今天破墙的这个笼子好像一开始都很难照到人啊！放香水儿，再补个笼子拖点时间。双龙破香嘛，很常规的一个操作。一刀，但这第一刀的节奏真有点大气层啊！对啊，第一刀节奏慢好多，慢超级多，而且这是多少？第4个笼子拿1刀啊！4个笼子拿1刀，这个很夸张啊！对，加上手里带的一个技能是插眼，没有直接的追击能力，快速终结能力又比较差一点。前面还有一个飞轮博弈，要可以哇！操作起来了，操作起来，磊磊，能不能？不能，不能，这没办法了，因为这个确实笼子消失还差1秒左右啊。不过节奏已经是非常好了，接近3台。对啊，这个护腕加香水的幸运儿真有说法吧？真有说法，主要是第1手我直接打你个出其不意，我直接弹走，跳下去之后直接弹走，这一点确实是可能连脚印都露得很少。对，这个操作非常好了，想法很不错。哎，但这个笼子又没命中，又把未来给关起来了，还得你看还得麻烦人家帮他拆，你知道吧？就是说再过来补拆一个笼子，得交一波路易啊，给震慑，但是没事，反正是一个半状态都可以，多练存在感罢了。但是对于这个节奏来讲，存在感其实不是特别关键，对，不是特别关键，没啥用，感觉来讲。看一下磊磊这波应该是没法牵制了，只需要倒走队友的密码机，然后让队友最大化的把这个观众效应吃一吃就好了。击倒，你看又是比化解为多活了一个擦刀。对，这个时间啊都是一点一滴的磨出来的呀。是的，而且最重要是这一局佩佩的一个窥视者在密码机旁边插的一个次数倒是不多。主要还是追击的时候用，干扰都没怎么干扰到。咒术师感觉还在忙是吧？可能亮了之后就过来 OB 了。这边大幅接着救，周末提前把表交出来。不过2段表的话，佩佩是有意拉开身距，然后放笼子直接打一个偷袭，对，想把笼子拆了。哦，那没招了，也行。那这边的话，不过已经亮了2台密码机了，也不存在这个观众效应。后撤给一刀，看一下咒术师来不来吧。咒术师在路上吗？好像在路上，是要过去接头了。马尾来了，马尾准备和磊磊汇合一下。看一下佩佩这一局有没有魄力了，他有魄力的话可以直接切兴奋。这位置是肯定是要被马尾拖很久的。是。
哎，这个距离把握的很微妙，正好赶不上，刚刚好。哎，不是，主要是马伟他没必要离那么远，你就在脸上给他打一刀又怎么样呢？对，这个密码机就差一点点就够了，对不对？离那么远，咒术师又不是弓箭手，下来但凡扛到一波刀，可能就能够把这手轩辕保活了。对，你就站在那儿佩佩打一刀又怎么样呢？你还多一层喉。对，实在不行你把他底牌逼出来也可以的。对，还是不够接近上挂飞的队友啊。看一下这波节奏，哦，很精准的一个笼子。是，这边把笼子拆了，但是只剩1/4状态了啊。密码机应该是要先击倒了，先击倒，然后再去救一波人。这波救人是马伟过来了，应该。这局其实对于佩佩来讲还有一个多抓的面，因为马伟这波救人的话，还能给自己攒攒喉嘛。不过如果往中间的位置挂的话，看看这台机子还能不能要。可以先放。哎，那边把密码压迫了，对，那边是少了。手里还有个笼子，这个笼子看一下能不能命中。哎呦，差点距离，差一些。可惜，如果说刚刚那个笼子贴脸能把大道具逼出来，哦，好果断。对，这贴闪也行，但另一边密码机控不住了，这个闪我觉得没必要。主要木偶师他能交自愈救啊，我觉得真没必要。这个闪的话，反而给到求生者区有个操作空间了。说实话，有机会开门战保平的，只不过木偶师这个没自愈的点啊，可能需要成为一个伏笔了。对，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他可以准备过来救援。哎，不急，再等钻回来。双龙，完了，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对，时间差不多了，要给他拍回去。哎呦，这人救不到了呀！救不到了，得失去。回头失去到可以，没用，没办法，只能保自己牵制了。哎，又钻回来了，回来4抓了呀！你没自起的呀？难道说？我感觉刚刚其实是有机会的呀。有机会能牵制起来的。就是你别回来，起码不会那么快倒。对。但是你要回来了，那就真没办法了。没招了。哦，选择挂上啊，这样再签的话是选择挂上之后再去找马伟，先稳一手3，以免得被翻。在门口是没有味道的，回头再来看一下，两个笼子贴脸。哦，你看马伟这个躲位还挺精髓的啊，这波排点没找到。看一下佩佩往左边走吗？没有往左边走，要去中场先看一下另一边的门口，然后再回头。对。哇，佩佩还是这么的自信啊，就是不知道这次自信能不能带来一些收获。对，看一下地窖点离得还是比较远的。他就2个门转呗，你早晚要爆乌鸦的。看一下，终于要来绿盒牌，但是咒术师已经点到门了，摸一下走，再交一个笼子，2名起了，贴脸了，可以，而且脚印，有脚印，没注意，哎，没看到，刚是漏了，哎，现在看到了，看到了，没事，有30多秒的时间给他追，这个挽留时间啊，不过木偶师是等不到那么长时间了。咒术师手里还有飞轮，先垫一波拉开距离，飞轮，再垫，再垫，哎呦，没招了，还差一点，笼子马上就要过了。是的，那这波也是最后补到这个4抓，其实很稳定。其实打艾维挺好的，他非常考验 GW 求生者的配合。对 ，GW 求生者他有时候就是拆解出来单体贼强，但配合上往往不会那么的严丝合缝。对，就像上一局，其实处理方法是吧？我们刚才也复盘了。如果说是选那种纯追击型角色，就让一个人给我溜懵，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古董山压力还是挺大的。这样选的话，古董山压力挺大。对，得看兴奋还是闪现，这个天赋要怎么选了。对，反正古董商的前期追击的话。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那直接先1次人往桥上寄宿一下，因为桥边和2站其实离得不远啊，我寄宿一个一来一回收回来也不费什么事儿。对，主要是这边人很多，慢慢来都可以。是，但是你看马伟趁这个时间已经跑到3站了啊，绕得很远啊。是的，感觉这速度比车都快啊，但是没办法，还是找到了。落地直接接一喷命中了59的侵蚀度。对，先慢慢跟着，然后看古董商有没有一个机会再多吃点这个侵蚀度，是吧？涨到60。这边1次人想去包夹吗？对，应该是想去打一波纯追击了，要压一下这个身位。没有去给这个双窗去寄宿啊，补一个寄宿，看一下这波得命中了，这波尽量。哎呦，因为现在的话，只要吃一个隐身吼是能够被吼回来的。我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放个气囊去，到时候帮一下古董。对，其实可以放一个帮一下的。古董商再往后看，一个命中80，哇，那不能让他看了，不能看了。对，现在不能让他看了。这边发一个我先走了。这边没有吼到。看一下苏打怎么想，这个身距前面应该是要看叠满了，要不要闪开？要不要闪开？这个位置有点极限。
跟感觉没上闪开哦啊，甚至不用闪，哎呦，这哎刀有点可惜，后悔了，应该用闪的，后悔了，应该闪的，这应该用。对，真应该闪的。他刚才那个转世的时候真应该闪，因为那时候用不了飞轮啊。。对，但是现在也是有用闪的机会啊，落地之后看能不能补个闪。不过你看这个位置，古董上直接往角落走了，回头很聪明这边。的话吼一下，第二下不会给你喷中了。哎，哎还有回头一手闪了瞬间，而且有地下室对，哎，抓到了。是。这一波感觉是不是有点想云门过呀？一开始那个走位都没往板区走不。过他还是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被抓到这个节奏点，对对对，想他确认一下是不是跟在后面。又有点想回头打，也有点想看看后面是什么情况。对结果被捕捉到了这个机会。那苏打这个追击对于艾薇来说其实不慢的，而且还省闪了。主要是这个阵容，你看他点位很密集，所以破译密码机的速度不会特别快，对，到时候拉点的时间还要花出去。这波救援的话是野人啊，周末的野人是在桥边直接准备下来了，先给一刀这个位置。对，哎呀，就这么让他下去了。也不着急，这个位置有个走到椅子边闪机会，看一下，没想用闪，博弈啊！用摁搏，过半了啊！周末这这不紧不慢啊，有点悠闲了，说是确实啊，这波手椅，关键是二阶，哎没传对，大家感觉都比较松弛，但是也没事儿吧，反正这波过半已经是非常赚了。对，看这个闪了，只要能这张闪现击倒，感觉没啥大问题。看一下回头第二波鱼，这个鱼掉的是不是有点太远了？说是，是呀，饵撒的好远啊！这个不好说，这把说不定密码机有机会能够。还真是，难道一切都被周末算计了？不能吧？看这个位置，伊斯人要补激素了，够了，二阶时间差不多，没人补到就够了。二阶能隔窗打中没问题，还是没人摸到。然后你们上来保，未来准备去摸92、93、94，差的时间还是比较多。但这把对于苏打来讲，其实有一个多抓机会的。二手如果节奏衔接快一点的话，这把密码机会最后差半台还是可以有的。对，但这样的话应该就可能要考虑怎么样保平了。对，主要你现在也管不到起点了，你要么就现在赶紧本体架住他，你1-4人往那边溜达，是吧？你要现在再不过去的话，那就是真保平了。哎呦，飞了一番了，吼到还行，主要是这里也没地窖，也还行。这把对于苏打来讲，好，感觉大好的节奏啊，还真是，也有可能，当然他肯定不是故意过半的了，但是野人的想法可能是偏向于压满一点，然后观众效应多吃一点，对吧？但感觉来的也有点慢了，不紧不慢的说。下士出来这个居然说是传错了2波，他的一个班位呢，给到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提示。喧嚣打这套阵容，反正面临着所有角色的一个痛点，就是我都是要被疯狂拉点的，我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拉点的技能和方式。守战人是吧？负责守护这个2战的灯，然后2战的是副战人。对。然后这个终点站的话呢，就属于是单挑位了。然后起点的话呢，有我们的气象学家啊。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就是要找你病患去进行单挑的。单挑就完事儿了。这一局的话，我们先来沉浸式体验一下我们新出的模式，是吧？看一下第一波双惊喜，双惊喜2个双惊喜上到了0颗球命中啊！这个音效我以为上到了，对，我也以为上到了，那可能是听错啊，幻听了。好，那看一下这一波，因为相当于他是从站台要往外转出来了，对，到时候这个盲上一颗球，看一下这个位置第2颗，土球上了，纯度现在就很高。一个红球，但是病患这个位置绕一圈估计还得回站台，应该要回站台了，对，应该回站台了。板子一拍下板，但是你看架住他的位置，那只能勾木马了。勾木马走了，从木马中间这个空心的位置走啊。对，这波距离其实拉的不会很开，看一下这个红球能不能探倒。还是比较喜欢预判的。哎呦，刚差一点。没探到。走位。哦呦，飞轮。还要博一板区。哇，这个板子很灵性啊，很灵性。对，他是回头下的。移形过来。看这个红球好像命中不了啊！好上呀，因为我的绕场谢幕还没有，只能对这边直接是跟过去，然后把红球强行的从后方拿一刀送到前方。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双球机会，上到双球就有机会能秒。过去，哎呀，这个差一点，用1颗双球，还差最后一个白颗。
啊，可以没招了。这个只能说是梦露已经用尽了力手段和力气，对，真是没招了。主要是第二波他被兔志明架点架走了。对，只能说兔志明他确实对阵这种站台角色有一手的，就是我不让你上站台，凭借我的这种比较高的移速，是吧？你下板之后，我不会在后面跟着你踩板，我会绕在站台的前侧，你要不然亏身距硬上，要不然你就别上，对，对不对？给他一个选择，想法是非常好的，就看这波救援怎么说。通缉到了火灾，然后另一边李宝已经贴过来了。对，哦，这边梦露还有时间发小心移形啊。不过这个时间有点极限，要直接过去掏了。嗯，扯就完事儿了。狼涛哥能不能拿到双刀？给刀也可以。其实是有点想交护腕的，但是没有交出来。开个红球回头，然后这波砸，这局的节奏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平局节奏了，对吧？我下一波再救一波，密码机压的可能就差最后半台。对。然后我救完人之后，我3个人打这最后半台，然后3个人都有回光返照。就看兔志明最后这波手艺怎么说了，能不能拿到一个双倒，或者说打一波针对。节奏需要他很打得很明晰。密码机是肯定不够，哇，这边通缉的好啊！猫猫这个人好难救。压过来看一下，第一波双惊喜命中一颗土球，第二颗只有一个土球，对，没命中。放球，冲，下还差一颗白。但是他没有双人惊喜了，还骗一下飞轮，兔志明很细节啊。是。哎，要强打双倒吗？哎呀，这拖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了？要不回头吧？哎呀，这个坏了，空中飞人没中，被狮子然后移形又不，哎呀，又顶抢了一次，不是吧？坏了。不过还行，密码机它是不可能。对，差的还是蛮多的。对，只能说是，小插曲，小插曲，它不影响大局。前面应该倒了。对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很难限制了，双球很容易就把点架住了。哦哟，很漂亮一个飞轮，但是密码机还是不够。没有接上去啊。对，因为大家在调状态了。对，然后还要跑图的时间没守过去。哎呀，梦露真燃尽了吧？真燃尽了，真的拖的时间非常长，而且最后还倒角落。对。就看一下火灾这边怎么说，应该是往角落爬一爬，看一下交。哎，这个自愈有点早了。对呀，你等3个人的时候再交呢。看一下这边这个移情，直接去找神坠。但是神坠早有准备啊。再想想这个人，排一下位置。点起心机了。2楼。我觉得是不是还是追火灾比较好呀？火灾他开门战也比较好针对。没道具，加上没有自己的一个绝追神坠的话，不要忘了这边还有车呀。不过也没关系，消耗一下道具还是可以的。如果说能秒的话，开门战能拖出一个移形还有机会。但这个移形感觉是拖不出来了，因为2台密码机都放出去了。说实话，佣兵直接去修鬼屋那台遗产，目的就是为了不让神坠上挂。交一个层云，密码机要压好了。哎，落地击倒，直接点亮，下注。是的，那终点门第一时间能贴到。对，地窖也不在这个位置，那应该就是让保平了。应该是要保平了这一局。气象手里也没道具了嘛，没道具没飞轮，很难再牵制了。前面到了这个位置，震慑。那2个人应该是可以正常走门了。然后这边移形也没好，没机会去拦了。对，那依然是保持一个6比3的比分，要打到第3回合，然后选图权再回到 T 素的手里。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局对于 T 来讲，相当于是人，他也有好，对吧？好在哪儿呢？具体好在哪儿呢？稳定，稳定，对吧？我们守夜人人称小杂货商，是吧？他虽然对于藤蔓的掌控有一点差，但是他对于风的掌握又弥补了这一点。是吧？追谁都可以。我最后还是选择海侧。海侧这个位置为什么感觉比较少啊？不是比较少。选这个位置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都是选中场或者选。好的，进入比赛画面，一个弱风积攒能量。我感觉我已经很多时间没有说过这句解说词。对，很少看到守夜人在这个版本上弱风积攒能量啊。好，来直接是找到了娃娃，娃娃的位置还很好。
是一个兔子。是的，这个位置特别好，主要是你要硬追的话，首先是拉开距离，其次消耗你前期的一层能量，你去跟本体的一个身位接近就很远了。是。不过这一局的天赋是辅助特质是移形。看一下，这个位置很难绕，身位绕不到。不如看看是他就直接走能量。对，他选择不绕船，也就意味着不会被你反绕，无论你怎么走。奥维三名争者肯定是满速破亿的，肯定不会有停。看一下这波兔精明怎么样去躲过娃娃，去拿到那一刀了。没错，应该是在板区的位置要考虑一下怎么博弈。先封窗没问题，然后这个若风看一下能不能黏住。若风应该是能黏住。对，看一下这个娃娃怎么交。娃娃应该不好卖了，应该不卖了，应该不啊卖了，卖，看一下哦，命中了。这神坠卖娃娃这一块确实是比较专业啊，移形过去想跟上一刀。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刀，A轮躲掉，回头还有博弈板搏到了。对，守夜人交完能量之后，博弈没搏过，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真没招了。对，什么都没有了。啊，不敢翻了，给到一刀。这个击倒节奏的话，应该也快了吧？这个地方还是奔着3台去了，感觉应该在1分40秒左右就击倒。开风行选择绕板，没问题，可以跳回去看一下强风吸回来，吸回来可以，再击倒没问题。但是你看击倒1分40秒，对于一个追击角色来讲，这个时间不是很妙。这一局的话修了3台密码机，看看观众效应这一块应该是要卡一下。对，陶大师的一台亮了之后，要把椅子往中间方向挪一挪，然后依旧的话呢，让李宝直接过来了，陶大师直接就准备过来救了。这波兔精明必须得压出去，因为他带的是狂暴带的挺满的，估计是。所以必须得压出去，并且配合他的一个崔库拉球要尝试打双倒。但是陶大师毕竟他第一刀免疫啊，这个事儿，这个位置，哎，好像露出来了，对，钻出来了。第一波被动打出来可以利用护栏卡一下身位，这波博弈基本上是过半不了，但要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打双倒。直接明不急，来看一下，很贴近了，很贴近了，给到，最终还是没憋住这口气，就是要奔着双倒去。崔库拉手要在这个时候发挥出它的作用。吸过来，给到一刀，双倒了，有个数值增加了，是的，但是不够，现在看一下还是不够，这波必须得赶紧秒掉，得找到机械师啊，找到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没能量，哎呦，没能量还是不够，要不先封窗吧？回头先把窗户封了，然后这个时候拍板跳板，击倒也可以。感觉可以的，那这一波双倒其实还是有点小赚啊。对，可以，就看这一波怎么样去打拦截了，还得打一波拦截。主要这个密码机好像不是很好补了啊，目前。曹大师再给操作一下，看一下是猫过来救，从双11角落椅移到双11双板椅。对的，对于兔精明来讲，这一手还是不是很好。那猫手里有枪啊，应该救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救下来的话，就看密码机怎么补了。这一局对兔来讲，开门战还是稳的。木的先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开枪救，对，最稳的想法。如果说前期吃到一刀，不一定好交这把枪。对，毕竟是狂暴嘛，狂暴还有枯萎。然后救下来可以看看能不能扛个刀。若风扛刀来吧，单刀型监管者的噩梦。对的，侧刀，哎呀，飞轮躲开了，给到一刀，还要吃个板。这个身位把控有点问题了，感觉。完了，就差1台了，摸到就能亮了。不能叫移形的，肯定是不能叫移形。踩板，没挽到了吗？关键是，对，穷者知道你没挽留，哎，吸过来了，击倒可以，压好了，4人开门战。没事，机械师的话他很难溜啊，对，得快速击倒，这把得尝试保平的。是的，快速击倒，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但是没有挽留啊。看一下得快速挂，另一边没贴到门的。梦露刚刚开始点门，通缉梦露，击到梦露了。先强风积攒一下能量，去找中场的人，中场一定有人。看一下这个位置，道具的猫可追，对，非常可追，可以说是剩下这3个人里边最好追的了。对，但兔精明这边不一定拿到地窖信息。但是我先拿一刀就不管那么多了呀，就直接死追了吧？刚刚应该是看到地窖了。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保平去了。对，快速击倒有没有个机会再拦一个门？该难。小门那一块，陶德大师还在点，是拦不了太多了。强风袭过来，骗一下飞轮，没有飞轮击倒，没问题。是的。直接挂上，我觉得还是 OK 的吧，还是 OK 的。你看没有挽留，咱开门战也能多留一个人，挺好。结果来看，保平是可以的。这样的话保住一个平局。下半回合的话呢 ，GW 的求生
跑呢，蜡像师的话就比较常规的一个选择了。对，然后蜡像师的话可以考虑挽留，然后八卦阵，对，都没问题。移形，对吧？可以移形挽留八卦阵，控住，然后等你化险为夷时间快到了对，再去。那这一局化险为夷的话，应该至少有3个吧？对，必须得有3个，而且小说家是必带的。对，小说家肯定是必带的。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中场方向走。周末的佣兵啊，应该暂时不考虑追击，慢慢的往大船方向去探一探。船里边的话呢，还有马尾的小说家。来看一下，对于佩佩来讲，这局只需要留1个；而对于 GW 的冲者来讲，必须要拿到4跑。是的。看一下，直接来找马尾。感觉找马尾对于球来讲是最不愿意看到一个选择了，主要是这个角色可能有一些开门战需要他的地方。对，但是如果说他欧比威尔就相当于是。那就是比较考验其他角色了啊，因为气象或者拉拉队员看能不能保活他吧。对，但其他2名角色要保人能力肯定是没有小说家那么强的。故意去拉远身距，不过拉远身距的话，你这个蜡也不是很好上啊。但是这波蜡上的挺多的。哎呦，想回头去交隐喻啊，但是隐喻不好交，蜡先上满了。对手里异性直接跟上，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地方可以隐喻吗？直接换位。砸吗？砸吗？砸都可以。 77蜡，70级蜡还很危险，回头可以封一下窗户。对，不急啊，走异性也回去也可以。把窗户封住。上一点蜡就行。对，上一点蜡就行。对，因为上蜡的话，他基本上翻下去手里蜡还很多的。来帮忙推了。推一波，然后再给他捡一波 CD。看一下这个位置，还得再推一波。能不能飞轮操作一下？飞轮气象操作了一下，再换位。那这波换位我感觉有点亏啊，可以打气象了。不是，那气象这不就完？不是未来的这个就不没人管吗？对啊，没人管一下气象吗？气象的命也是命啊。对啊。但是气象它有层云，一波层云直接是落地之后身上烧了蜡，对，可以烧到18。这波还可以，但是对于前来讲，密码机拖了很多。你说板子下了，真没必要去交那个隐喻吧？感觉有点着急，因为换过来的话，如果说直接给一刀，未来说不定早就倒了。不是，关键2个人都在板子那一侧呀，对，你让他自己踩个板咋了嘛？只能说未来有点错付了呀。未来想想，你看看我为了你，我道具都没了。现在好了，命也差费点劲了，现在属于是很难活了呀。现在是啊，尤其是现在气象没道具，26基本上不奢求了，密码机也差得多，得要26或者366起来一波才有可能能够接到队友的保护，不然密码机差太多了。可能还需要给气象学家摸个道具。对。或者说小说家补完状态要赶紧过来保，是过来双人陪跑，但是你看另一边也没摸状态，密码机还修不够呢。就是大家这个主要任务还是修密码机。那就是往角落倒，架也不打了，然后密码机要狂修，但是感觉也不够啊。没办法，下一波估计是拉拉队员过来了。主要是只有一波化险为夷，时间太长了。这局的话，还是想想办法争个3吧。4跑确实看不到什么机会点。对，可能要看金胜，但看金胜的话，从理论上来讲 ，GW 能够进入附加赛的一个机会，好像就比较渺茫了。对，因为毕竟跟这个目前的第8名还是差3个胜场，差很多啊。接下来他们得把每一场比赛都拿下才行，而且得是2比0。对，拿金胜的同时还得让祈祷说对手还不能对对手还不能赢。所以不如考虑这局，看能不能抢一下吧。必须首先得救下来，但是对手可以打针对，看这个位置，针对可以，对，扛到了，好像有些机会。对，那最后半团密码器有机会能操作，激励一下，全员回光返照的，有机会的。CD 激励起来了，但这个位置8点能冲，交给小加速拉队员飞轮消了，看一下很棒，连续2个角色出现了这个庄园的神话啊。但是没办法，这个位置被封起来就很难出去了。封住窗户，能不能扛住这一刀呢？没扛到，飞轮也没有摁出来。另一边密码器刚摸到，那差太多，也没办法摁头。是的，那这样的话挂飞了。随着挂飞，也就宣告这场 T 速的胜利。就拿下了。现在就看看佩佩这边能不能继续把自己的数据往上涨一涨，然后也要看一下 GW 的撑者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对，去看能不能把净胜往上抬一抬。这个护腕还是很帅的，但是应该还是要倒在海边。对，道具消耗太多了。这位置可以用一波火蜡喷到，然后击倒，再挂回门口去。哦，挂回海边去。
另外一侧两个人状态调起来，然后把周末挂到海边，外围要起心机，应该是让小说家去起啊，拉拉队员再过来执行救援。但这样的话，中间首先时间差不说，外围还得起心机，时间太长了。是，但是你跟大象师打最后一台，打点这台肯定是不明智的，一条的，肯定是不明智的。得让马尾过来看能不能来一波完美的救人，下来之后再陪跑一波，才有机会能够拖到外围拉拉队的密码技能够。哎，马尾这边执行救援吗？但是他接近椅子的手段比较有限。对啊，很难啊。而且像外围如果说给磊磊才真正要来，但是这样的话外围没修。要打这台，我觉得可以换追啊，应该是能把要保的人保出去这台密码。但是换追就好了，谁来这台密码技我就追谁就行了。是一样，而且拉拉队员现在也没有手段了，对吧？手里的花球也没有了。对，再让换出去的佣兵破译的也慢，对于佩来讲这局是有一个很大的多抓面的。可以，那大家都拉开这台遗产了，好像又暗花明了。马尾现在这个满状态也不是很怕。看一下85的辣，高低差，这个位置应该是没法躲，就看火辣能不能有机会了。还是能。看一下文岛可以。摸密码机了，传送过去。磊磊手里这回是真没有花球了，没道具了呀。不过周末已经起心机了。看一下这个波飞轮，还有一波机会，消辣哇！但是没事儿，吃到抽刀了，没确实消辣了。对，消辣，对吧？消了，一局消3次辣，顶尖操作了，真的是。了。确实 ，GW 的撑者他们每一个选手的一个个人实力都是非常顶尖的。对，反应也比较快吧。然后楼上的马尾，苏醒过来，下一波准备来执行救援吧。是要救的话很难啊，难，不如直接考虑开了吧。走一个，对，走一个和被死抓没啥区别，对，但没啥区别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对的，至少没给对手拿到净胜。而且拉拉队员，你看他手里这花球，他很想被救的，肯定是。万一救下来有操作空间呢，对吧？对。看一下马尾这个位置能不能操作一下了。对，不过可以卡个边角吸下隐喻也行。哎，对对对，已经开始吸了。但是你看佩佩也在卡正下方是吧？你也看不见我。你要是下来我就正好看到你，看这个位置。说有没有选择亮？那这样的话，直接换位可以有机会。过去，磊磊来救你了！花球，不要让未来的这个悲剧在你的身上重演。但是我也帮不了你，没办法，真没办法了。没招了，门能开，能走一个，能走一个，但没啥区别吧，只能说是。那周末这边应该是稳稳的走了，传送时间差2秒。传过去，已经点开，在场是佣兵稳走门。哦，地窖的大门，那没办法了，完成3抓。那这样的话，恭喜提速拿到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提速，还是在继续往前4的位置去冲啊！可以尝试，真的可以，对吧？甚至是可能带失常的。但我们也看到，最近你带失常的跛脚羊，万一你16被6穿，6个3台，你不仅失常用不出来，还因为你没带闪现，导致你溜得更久时间。是的。密码机到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看监控者会选择哪里，选择一个小船前，打算赌一赌，因为小船这个位置一般都是谁选的呢？是星宇儿选的，因为星宇儿直接选择这里是可以上来直接摸箱子的。对，但是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直接先去往中场，把一花这边位置先赶走，逃脱大师。想全龙吗？应该现在还不太会去想吧。如果说你现在直接用了的话，可能这个围龙它圈不住，或者说是你拿不到这个伤害。哦，先盖住。迷烟炉再加上自己被动，先打得出来。这里看能不能套路，直接能拿到1刀。有点视野受碍啊。是的。这个地方还是能补一下，不过是拿的是1/4的伤害啊。其实等同于拿了什么1刀半了。为什么被动也是刀啊？哎。然后这个被动一没之后，后边就比较好追击了。是，这边还有个窥视者，窥视者他也是限制这一个交互，拿1刀。烟路感觉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呀，是，只能限制下一个围龙交的时间，放的慢了一些啊。如果能放的早一点，那可能还能。哎，宠爱这边的话视野有点追丢了，但还好，啊，没有追得太丢。对，但人没能圈住，再补上一个围龙，毕竟是打折后的。第2个围龙直接把逃脱大师传过来了。是，
那玉林这边是在摸箱子，并没有说是摸到一个遥控玩偶，所以密码机现在是慢了一些。好消息是外面还有2个化险为夷。对的，主要是桃子大师虽然带了牵制天赋啊，但是跛脚羊我们都知道双弹其实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你更多要飞轮去在围笼里面去骗那么一刀，才有机会把这个围笼拖过去。玉林这边也是摸到了一个信号枪，想要自己进行第一次的救援。这样救援之后，看要不要让这个弓箭手过来进行一波 OB。如果说特意倒在一个海边的话，这个拖的时间大概能拖到个30多秒一个时间。机子干扰慢，我觉得还是不冒这个险，能无伤尽量无伤。对，然后让一花倒的离椅子远一点就行了。是。这样的话再倒走，让玉林直接去破译大门。现在这种 OB 位来 OB 一般都是追胜，或者说节奏更差的情况下，你要保平 OB 位必须来操作。没错，因为按正常的按部就班打下去的话，就可能会出大问题的时候才需要 OB。现在其实还是能看出来，2个化险为夷套的没问题，然后能够无伤尽量无伤情况下，还是有机会把密码机修过去保平的，3人开门战嘛。但是对于宠爱来说，他这一局带了底牌，而且2挂是挂在了一个非常难套化险为夷的地方。没错，这里再利用一个转移术，把自己移到一个中场，让大龙这边方便过来进行救援。这就是桃多大师的一个好处啊。是的，他的一个机制，可以放魔术棒，先躲一刀，多卡一些时间，因为你桃多大师现在还能再挂个10多秒的时间。而且椅子附近拆围笼可以拆得很快。啊，再拿一刀，稳稳救下。发现这个化险为夷套完以后，密码机其实都是修了很多了。这一局卡的观众效应还是很有用的。没错，这2个化险为夷，主要它携带也比较关键。你就算是追了这个救人位呢，我们也是可以再弥补2个化险为夷，把这个时间给它拖上来的。是的。现在窥视者也好了，3个，尽量现在就不插。看到少天想过来操作一下，直接一个围笼，对，那就没办法操作了。浪费你一些愿力值，它也好嘛。外面也是4台大遗产。玉林手上没有任何道具，监管想来追他的话，他不太好牵制哦。是，大门的箱子好像还是没摸的。他刚刚都忙着抢密码机去了。那这里有耳鸣，能察觉到玉林的位置吗？好，看到了，看到脚印了。主动出来了。是，想把这个密码机先点亮，这样你抓我，即使抓得再快，外面密码机也是能压好的。没错，他担心你宠爱这边万一突然切了个时长怎么办，对吧？你这个时长一踹，那这个节奏可能就会受到这一点进行一个变化。反到海边，大龙这里半状态，感觉要倒在最后一台遗产了。是的，有个密码机魔术棒，是一个88，魔术棒先抵一下，但是时间还不太够，再钻。这波其实拆围笼能让宠爱听到，那宠爱就很清楚你要不要钻了。没错，幸运这边摸的道具是摸个护腕，应该还又是一次的许愿失败。接下来很危险啊，因为宠爱一直保持一个高愿力，也就是说他手椅拿到1刀以后，还是可以把人继续留在遗产，而这个密码机其实短时间以内抢不开的。甚至这个位置也远啊！你在海边，如果说是等一下你一直在这里打团的话，你外边这个门你怎么去贴，对吧？即使能打到开门战。哦，先把修密码机的处理掉，只能过来硬抢。想硬抢这一刀再次击倒，只剩个大龙，愿力不太不够，但是可以先牵起来吗？也不够啊，53，再补上一刀，96、97，我怎么感觉这刀好像能先出呢？回头一个盖板，得抢了，那这个密码机有机会能抢亮了，98、99、99，还是不敢。他怕这边就算亮了，这个人都在脸上，你还是不好打这个开门战。而且队友起来很有可能要被挽留下一个。是的，宠爱直接把这个人先牵远，把自己的传送先给拖出来嘛，到时候再能去打拉扯。一个超远围笼是打算袭击大龙，还是说是先守一下人呢？应该是先守一下人，守乙。对，这样我看一下挽留能不能留一个。守一下这个撕裂指，想回头一刀，但这个打中了核心，再补上，再出，还是成功击倒了玉林。是被摸起来了，有自愈。没错，我还是想先挂一下。那所有人位置其实是比较明确的。少天还在脸上，而大门的话，至少你要跑20秒才能跑到。对，硬破撕裂指，然后通过自己的愿力看能不能设这个围笼，直接把君上天给击倒。如果说能击倒，还能直接传送守一下大门。他现在就完全可以直接杀出去。超远，再补上一个围笼。
这里能击倒吗？如果说是能击倒，就能直接去找到大门的位置了。飞轮躲飞轮躲一波，，再补上一刀。这里的话就不用挂，可以直接传送。愿力值40，有机会。95，门开不完。这里还有个魔术棒，魔术棒必须要顶住这一次，要拖延。那个弓箭手的一个自愈，是。这个时间你要是说没有拖起来的话，那弓箭手他一直起不来，这一局也没有办法完成跑一个。而且其实拖了自愈还不够，拖了自愈以后还得拖弓箭手去小门把门点开。是的，看这一波魔术师倒了以后，把魔术师挂上，弓箭手位置我是确定的呀。对。那军少天现在点位，监控者知道啊，我把你击倒在哪里的。对啊，救人也来不太及，门是点不太开的。宠爱也有赶路能力，他只能看能不能绕一圈去跳地窖。传位地窖，想着试一试。魔石这边挂以淘汰的时间，现在还有一个30秒左右。已经看到地窖了。红海边在盘，他在盘这个耳鸣，他也怕，他怕自己的人被救下来。一旦要被救下来，由于自己现在还没有传送，很有可能大门直接点开就完成平局。所以说他现在先要确保这个弓箭手没有回来救人，也确保自己能有一个3抓以上。完全不去小门吗？他不敢，他怕。哎，海边是很容易被透视到的。门下是个地窖，能看到吗？没能看到，那这样人就能直接去走地窖了。宠爱这里就是他觉得这个人在卡，确实预判到了，但是他预判错了，有点少见啊。也是想要多抓嘛，这个肯定是他首先选择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甚至还想给自己后边省下角色。对，然后就这个阵容，你乍一看没什么调整状态的能力。把监管圈进去，是这样好方面上不上当呢？不上当，选择小木屋，还是要封机子。这密码机应该封的还是大船吧？大门也有可能，对。主要是无论分哪台都能干扰到嘛，因为你。好，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把14人直接招了出来，去往海侧，把这个密码机先给他干扰住。小天现在是直接拉点跑路，先去大船吗？啊，这里掉下去那就传过来了。是。59，这个侵蚀度还算比较安全。中场现在也没有人，股东现在也是把点位直接让出来，反正大船密码机也是被封进来，不如自己先跑开，对吧？换一台点位。是。哦呦，直接翻。是拿不到刀。59人想去外面巡逻，干扰一下密码机。是，现在还是在卡，这个侵蚀度终于是骗到了61，翻板子过去。由于队友这边也是在提醒，知道他是现在闪现还没好，在干扰。这里要不要把14人直接收回呢？想要预判喷，因为看到他这个侵蚀度一直在涨，要想办法控住以后就拿一刀。是，他要不要再等一下自己的一个本体的到了喷呢？哦，直接开刀了。他这 CD 等不到 ，CD 如果说是能等到的话，可以自己再弥补一次，然后再尝试拿刀。怕的是什么？没弥补上就没有后摇，没有后摇就能把鳞片交出来。对，一旦这一刀要拿不到就炸了。这里在进行追击，手里现在有闪现，但对面也有2个技能可以去防，一个鳞片再加个飞轮，骗一骗呗。考验这个小天的预判了，心理博弈了。是的，这里翻板先交，再预判闪现，再翻回去，再交。哎呦，这边还有个飞轮，飞轮躲了，回去了。是这板子一翻过去可就不太一样了，至少能再拖你个10几秒甚至20秒的时间。好像还能去2楼，能再翻个窗户吧？这个转点很聪明，一听到你召14人，马上转点。这边想打断，但是现在一个100，好像落地枪只能取消掉吗？100还是能打落地刀，也是2台半的一个破译了。是。现在还能再去追击一个船尾的方向，化险为夷倒是能补，而且他的鳞片没抵挡到伤害，26是有机会用来26的。是。这里只一个转移术，先转到一个中场，还是一样的，方便救援。然后卡一下椅子上的一个淘汰净土，密码机也是修到99，为了卡观众效应，骑士在外面我就硬顶着修，对吧？是的，大不了传过来给我一刀，那这里就是无伤。没错，有被动不怕，就掏就完事儿了。来救了，甚至被动哦，还是打掉了。我以为这个被动甚至还能省，这要省了可能就有点出事，到时候再过来进行救援，你还是拦截不了。看一下平地博弈，先队友先帮忙，战术预见。不错。这里再招一次14人，170度，终于有了2阶。
后边得让古董上来就吧？要让古董上来吗？应该是果冻先荣誉共鸣一波，古董上把手上的密码机修亮再来。是，想直接拿状态。哦，这样的话果冻就救不了了，是，只能再另调人过来。那这个打法在面对古董商有化险为夷的情况下，其实收益不大，对吧？古董商到时候还可以再过来进行救援。小火龙现在修亮了，对，大船这边是摸到古董脸上去了。没错，就很方便，密码机自己也不就可以直接强行修亮了之后，我再过来进行救援。对，就在脸上硬修，然后最后一台大船，密码机已经55，你就算附身了，他给到陶片，你敢传过来吗？你要传过来，我另外一个人也可以过来给这个密码机压力，甚至我陶大师是满状态啊。这也在保，轻度陶片，他这一个机关枪能不能打出来？哎呀，好像没能来啊，没能来得及，故意倒了一个墙角。看一下古董上能不能操作一下。是80的一个80现在密码机，只要打下来一个机关枪，闪现想直接牵过去，逃跑式的一个挂人，没错。那这个闪现的作用也很大，因为他现在能先完成一个淘汰，如果不用闪现，这个机关枪你应该是躲不了。而且这密码其实稳够的，对，甚至可以直接亮，因为这黑影已经是显示出来了啊，求生者这边。这个闪现那是挽留期限都拖不出来了。没错，现在就一直赌。求生者道具都很充足，也就是说东玄现在一个2阶落地还不一定能杀到人。没错，这轻程度他上破板，你骑士有飞轮，然后古董商呢，他这边也有机关枪给到自己移速。东玄这一波还是按正常的艾维控场，先把2个门站住。但是很明显，求生者这一把并不着急点门，他知道你没闪现的情况下，他就可以硬拖你挽留。然后试着传过来，这边有飞轮，然后也可以直接踩技能，板子直接下，不给你机会，甚至还省一下自己。不用踩，因为闪现是确定没有的。对，距离也不够。对，他可以等到什么自己侵蚀度差不多的时候去抵消掉。是的，就是用盔来抵消掉这波侵蚀度。飞轮卡也行，地窖就在大门，大门现在有点危险啊！小门这边已经是开到了一个70%的进度了。哎，这波刀，但是踩晚了，而且踩的还是个技能，反心理是，得亏是带了冲动。东玄这个对提前那个蓄力刀，没错，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你动作还没有完成之前，你还没算御剑。是完成了一个平局，那这样的话也是成都狼队这边是拿到了一个5比3的。特别怕陪跑。对，就哪怕没有辅助牵制能力，我只要过来帮忙吃藤蔓，对吧？帮忙下板，帮忙卡那个开出来的门都可以。只要站在中间就直接给你卡住了，稳卡，有点像鹿头，对吧？就这角色，确实。就我在一个击倒方面，树林这边是直接放了一个佣兵，这样也是能让杂技能少一些牵制压力。中场放给小说家，也方便小说家直接能转移点位。反正中场都是几个求生者方面。上来是先去了中场，487已经带好了牵制天赋，对，就看你上不上钩了。再赶走。那监护者这边可是带的不是个兴奋，所以你在面对他一个换位，有点难抵抗啊。哦，当面翻一个弹射，那这个藤蔓走位走不掉啊！一炸一刀，甚至刚刚还想把自己的技能交出来，但可惜没能交出来，被打断了。对。那这样开局还在，节奏就很差了呀。是伤害吃满了，现在就差个炸，这炸一旦要命中，你这牵制时间，或者说从开局他都没有到1分钟啊。直接换位，打不了，得亏有一个加速，这要没有加速，感觉这个炸能炸到了。反绕一下，但是487这里只有一个飞轮了。是，再吸一下这个隐喻。有机会能拿刀吗？没能拿到，有飞轮躲了一下，这样东玄就其实应该能看得出来了。极限吸出来隐喻，是进行换位，时间的话现在已经拖到1分开外。再来一个窗台，移形，但这移形移的有点近啊，就当做翻窗啊，当做翻窗。他想移到他脸上的应该是，不给他吸。哎，刀出的有点反，连续2次空刀，第3次又空刀，炸到板区了吗？炸也没能炸到。吸出来了，一会儿2次牵制是有隐喻的。对，2次牵制也有了。打火场就是什么都好，这个刀气是他一大痛点。对，得很高熟练度。它直，太直了，又直又快。对，然后收还收得慢。
看这边救人能不能东玄进行一波操作了，因为他在一个手艺方面是极有可能打出来震慑的，他刀快啊，刚刚也聊到。开局看似是一个很烈的局，但是打着打着3台了。对，后面2台已经接上，也就是说这个化险为夷只要正常套出来，机子就有可能够了。碎石炸到一次，能救下来吗？血线很急，博弈出了这一刀，小明很稳，没能上这个当。然后观众效应现在也是在卡着密码机，封这个交互点是。这隐约再一换，想要拖出一个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卡上模型了吗？没能卡住。东玄的藤蔓是真的很准的，是躲不了啊，哪怕站在墙后，感觉也躲不到。再吸个碎石，观众效应还有必要卡吗？我觉得应该是得亮了吧。其实可以亮了。对，第2次的观众效应卡的一个效果是很有限的，救下来为大。让杂技过来，杂技是有一定的封技能力的。没错，只要焰火球他直接能扑中这个监管者，他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碎石。而且接下来小天的任务是死保487，他可以死，他可以倒地无所谓。没错。过来，有2段碎石，先中一次。这个时间上有一点紧啊，有点5秒。哎呦，打到了一个针对。是。毕竟把这个救人的位置已经卡在左手边，那下野的人只在右手边，但是对右边直接出刀。其实只要能救下来就行，你最怕的是中间他出现那4个大字，你一旦要出现这4个大字，这节奏就烂了。是中场的密码机，这一把对于东玄来说还是有控场机会的。看一下这个藤蔓能逼个护腕，是，是不是3连呢？我在看，大门1台，中场1台。哦，应该还有一台是沙包方向吧？所以看能不能缠得住。哦，飞轮抵掉，背包得交。我预判他这个背包是提前往前一段距离去交这个碎石。小明现在也不急吧？如果说你监管者要去守这4合院，他可以先去摸箱子，把自己的道具先补充一下。东玄就多攒点技能，准备开门战呗，把移形拖出来，然后在此之间多消耗点道具。但是这个阵容道具太多了。都是万金油，特别是杂技，现在道具是非常之多的，还救了一波人，粘土球也回收了一下。得亏他刚刚是炸到过佣兵，你现在的状态就算是亮了回光返照，他也不是一个完整版状态，对吧？一刀就还是会击倒。新修的这台一下子修到了跟大遗产一样多，想过来硬找小天节奏，小天是不能吃捆的，捆到了碎石加刀就秒了。没错，现在是有个中间之托，但是中间之托现在给到一个8加城市已经消失。再回头找4合院，但是密码机已经让他压好了，直接抢了。对啊，可以直接抢亮了。现在是进行一个3人开门战，飞行家是有悬停，佣兵有护腕，藤蔓缠住这2个人明显是不太现实。拉近身距，压迫，安床就直接交。逼道具，这护腕要交了吗？得交了吧？交了，交了一个 C 型护腕，往回弹的。但这个位置进板困难啊，直接重金之托打倒在地了。移形应该要抬一下，佣兵是有这个直接切船，佣兵有这个战争后遗症嘛，自起会慢。藤蔓，但是哇，好像有，还行，板子隔开了，再线下下来了，这里还是能来得及打个恐惧震慑。东玄好沉着，好冷静，还能挂上之后2个人摸好了，还得有个人过来卡这个耳鸣，你越了门是开不完的，只能飞行家卡呀，飞行家有道具的卡呀，小明得去点门。甚至可能要牺牲自己，然后保证能走一个。反正是1挂，他可以先不给耳鸣，往后拉，让东玄排不到耳鸣，就不确定到底从哪个方向卡的。对的。这样后面这个高喷是可以用来冲门的，小门可能点到60、70的时候，果冻就可以往小门走了。没错。东玄也掏不出第2个移形，拦不住小门，那这一局就是个平局。是，这样能放心大胆直接去往月亮门了。高喷直接往小门冲了。没错。东玄原地守。对，在吸到藤蔓的时候，确实已经来不及了。主要是飞行家，你这一把确实没怎么逼道具。兴奋是有可能能直接秒击倒一个古董商的啊。就还是那句话，你强任你强，我是割据王啊。这个兴奋1代他确实能去携带一个割据王啊，对吧？消耗完以后是没办法26的，而教授的话，你16、26都有鳞片。是。这个悬点冲着古董去，应该是会冲着古董去，看会不会去携带一个兴奋了。这要携带个兴奋，古董商
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大方废墟，直接找的是一花吗？一花这边点位是直接往沙包这边拉的，那再去往四合院。 没排到自己想抓的飞行，飞行已经提前躲起来了。是。那再来找玉林，玉林很鬼精的蹲了，全藏起来了。只有少天在抗压，但是少天其实宠爱最不想去面对的。还行，密码机现在也是正在破译中。你如果说都没有破译，到时候见了面就是直接交闪。他大概知道有人在蹲，但他没时间去排了。到最后还是过来找他去。一找那另一边赶紧去修。是。绝少天现在就准备打出连棍了。看距离够不够，不能被骗。宠爱现在也是在骗。点刺。第二棍打到了。也来晚一点下板。是。窗户来得及翻。来解。而而且这个长窗你不太好套路，你可能只能用回速去套路。是的，一个原本。一个慢翻也还好。宠爱这边的话有点小卡脚。他在左边，不然在右边就可以交闪了。也在等。那有点难抓。我宠爱刚刚这个习惯，你左躲右躲的，那也就代表你不是个兴奋了呀，对吧？哎呦，这也敢翻呐！他觉得趁着最后那个0点几秒，我来得及翻一下落脚。还有地下室，这样还能再挂上椅子。再去找到大房这边进行拦截。找到一花。这里有个小鳞片，看能不能用这个鳞片实施一波无伤。是。哦，先交鳞片吗？能拿到，但不好打双倒啊。那机子也3台了，说白了这波只要不双倒。是。你闪现交的情况下，这个棍在手我就有36。但这里是地下室，得导出去，然后去补大门的那一台遗产。外面没被干扰，密码机修得快的可以修第2台整机，整个密码机规划是非常舒服的。但同样的，卡观众效应吧。是。这里2救还是要再次进行救援的。炮搏灭。对。这化险为夷给上。有高喷应该不太怕拦截。大龙有点远啊。有高喷，这个高喷不失误就行。得直接用。哦呦，打断隐月了。还要推走。我觉得是可以死扛的呀。可以试，反正你现在闪现也已经交了。对啊。先扛一会儿，反正密码机也不是自己补，帮忙扛，然后自己倒了以后也不干扰少天止戈。想要扛的话就直接打，大方窗户能进得去。甚至还能进行波堵路，肉身扛，进不去。是外边密码机现在都是哎呦，宠爱有点失误了，这个毯子没跟上。密码机是够的，但是得跑路去补。古董上已经没道具了，只有一个飞轮，看一下怎么提前交回速慢翻回去。还是打了一个恐惧震慑。对。在这个点位上，他要是能知道飞行家没有带回光返照，就可以针对这一点去打一个3抓了。他肯定会回去找飞行家的，因为飞行家这里可以挂地下室。是的，现在这但飞行家能自起起来，能自起起来，那直接亮了呀！不要压了，反正我也没回光返照，不管了吧，直接亮。现在98，现在就是因为还没有碰到当面交的资月，也就是说一会儿击倒大龙以后可以考虑。直接不挂，想着先守密码机，玉林现在可以直接强开。哦，不对，等一下吧。就保持一刀再亮。对。教授有鳞片，抓他需要点时间。是，这边板区也没有用过。大方是个地窖就在这边。这传送。大门这里想要去摊一下，看能不能尝着得一个3抓的。对，一花护腕已经交完了，又回速。这波回速还断隐月，岳灵是有机会跳地窖的。这地窖离得现在有点远了，反而他没往大房走。是，那这边是没地窖的，牵制再久也没用了。鳞片博弈，在第2次飞轮再直接躲。但好像是不知道地窖的位置，因为他跑得越来越偏向一个小废墟了。对，感觉像是赌一波小木屋了。走到这边面前，发现没有地窖，只能原地站住不动了。那保下平局，
是，那双方就占了一个第3局，因为第2局现在拖的时间能拖太久。这种就可以去带个闪现，兴奋都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可能去监管者也跟着钻了，他转头不抓你队友了，直接抓你，那你这个救人位也得怕。对。监管者直接选择右上角，打算去锁一下这个气象的密码机，找不了进。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先去找中场的，要不要骗怀表呢？先找一下大副的点位，打算试一试，先把大副的怀表给逼出来一段。主要是能骗他用了这个怀表之后，就可以直接转换节奏抓人了。蒙一蒙，蒙一蒙。 2个夹子。好，第2夹子现在还没好。我怎么感觉？这里是直接拿到一刀了。那这样的话，就要看等一破轮能不能拿到这一刀。好，是的。那这里还是有一个赌出来的机会。2段表直接摇。那这一刀一空，身距拉得更开了。对的。这里摇怀表应该就找不到他机会，只能就是说换人。 不能换吧？我还要找他了，就得抓。对他现行的时候给他上层次，然后不是有高低动哎，高低动还要，甚至这里还卡了一道具冷却期间，等等，他可以边打洞边跳下去，对。然后一个夹子的机会，夹到了表就来不了。这怀表能摇出来，摇好了，这个夹子能夹中吗？没吸到，刀没能打中，再进满区。 直接过板刀，但这个位置能夹到也没放好。哎，闪现！摇表的时候是能看到你那个波纹产生的一个地方的。对，准确位置。那这样闪现一拿到之后，节奏其实并不太好，因为他干扰祭司干扰太厉害了。啊，挂上2台半，君少天这里是有点被干扰到了，因为大房他在打洞，还有打了一个大洞。这里滚得好好啊！ 但大洞应该是没生成吧？没能打断啊！我是觉得刚刚那个洞是不是打的有点太靠中间了？对，确实。如果说是不打的靠中间的话，其实它可以卡得近一点，能让这个大副能早点钻。这逼救，那这样一大片空地，感觉可以先走地，能不能续到大副节奏？侧刀打到祭司身上，但是一花这里也没道具了，他也来得及去变轮。 有2阶，哎，这里有个上下洞，看到了一个后扭，一直在滚，滚到这个层数，滚到了，这里不太好上去，是1层4。那这个高低差度还是能让宠爱有点难处理的。先给他逼开嘛，对吧？从大房先逼走再说。那祭司已经交出自愈，没错，还能再来帮一波吗？祭司可以再帮忙打一个辅助洞。哦，卡在门后。 宠爱这里，但是1阶4已经好了，这里再滚到1层、2层了。倒的离子远一点吧，高低差不太好捏。楼上一个悲观，捏到角落去了。你看密码接真的是非常快的，外面2个都是非常快的破译速度吧。是。然后病患可以过来考虑掏个化险为夷，然后祭司看要不要等大洞好了给外面起个洞，但他小洞还没好。蹲了一下，但宠爱好像都能知道卡人的一个位置啊。 提前交，哇，上到2层4，那套不了化险为夷了，有没有人补救啊？自己好像还不太好跑。飞轮虽然躲掉夹子，但是自己还是要倒，躲不了这一刀啊。大副体能做的，大龙来得及吗？这底生云了。哎呀，哇，气球刀干下来，来有个加速，来得及救的。能救。你再变轮吧，要走过去吗？他想，其实可以再变轮再滚一下的。对。 还是要针对，先减员嘛。是，减员以后全员半状态，那就是到了宠爱的控场节奏了。但是这里又没能滚到，只能交闪。那交完闪之后，先完成淘汰，再出去找一下其他的节奏。毕竟刚刚那2个人是一个打了一个气球刀，再加上还有是挂上椅子淘汰一次的。补了一下祭司状态，但是现在祭司没牵制道具。是。出去找这2人节奏，想让大房直接碰一碰。 找大龙吗？先把大龙板子给冲掉，顶住这波压力了，很关键。最后一台就是在大房脸上的这台45的一闪。是的。飞轮躲掉吸血，还有一个小强风，但是夹住到了，完成击倒。
外边密码机只能再起一台。君上天这边是把状态补好，想要过来再次卡人。倒车是没有后视镜的，他看不到后面，他都在捏风看前面去了。祭司就看能不能卡得够死一点了。如果说能高低差卡得很安全，非常安全。你上我就下，知道。高机动先打了，这就是祭司这张地图的可怕之处，机动性太强了。是的。移动离得有点远啊。这个风好像又被打断了。对。吸血打断，再次击倒。祭司还有满状态，还能卡一波救。密码机外面的应该能压好。脸上2个都有回光返照，是直接贴过来救就好了。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密码机压好，那我就直接亮了呀。有点远。98、99可以直接亮。没有吸血，也没回光返照。那这钩子不交吗？可能没能来得及去想到交钩。对。这里呢，先挂上，挂上之后还可以再去控门。大龙这边就等动，然后大龙这边的话是个气象，因为祭司已经把洞都交完了，他没有机动性，所以让他来点门。那就直接找这个祭司。病患是2挂，现在宠爱完全可以钓鱼，鱼饵就是这个椅子上的玉灵，看能不能把大龙给钓出来。大龙这里只有1次的使用量了。再回头，应该是要卖。病患这边就直接飞了呀。对。再上1层，手里闪现还有个9秒。你现在打洞，其实悲观是有可能打断的。直接打到了 ，A 打断。那甚至好像这里可以再次变身，再去管那边的门口。祭司还是没有自愈的，门开不完啊。那这样的局面上就是可以去争4抓了。耳鸣一旦出来就知道大龙在哪里了。看到真知道了。而且手上还有闪现，那就不好跑，闪现直接击倒，闪现夹，哇，这样击倒了之后，其实胜利就可以直接宣布了，因为哪怕朱雀能再收获一个4抓，这场胜局也是成都狼队这边获胜。对，因为他们的积分是无法进行一个反超的，小分上已经是大于5分了，大于你1回合能争的一个分的上限了。是的。无所谓，对你外面密码机，我相当于是一直双人牵制，我一直干扰。对，省略可以去记录掉你密码机锁住。没错，所以抓守门人的好处有很多，就看东玄这边能不能抓得住。这局其实病患是最希望你抓的一个角色，就是求生者视角来说，我最希望你抓我病患。为什么呢？病患3个钩拉点其实非常天然的克制记录员。2是我同。好，切换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去往中场吗？把祭司赶一赶。小舞动也在脸上。真抓病患啊！抓病患吗？病患3个钩，这拉的点可远啊！2楼7个钩，1个更比2钩强啊！然后是1个钩子就拜拜了呀，再见了，拜拜了，对吧？耳鸣都拉没了，可能要。甚至他这个位置他可以再回来。哎，他先不交，对，确定你追我以后，我再上2楼再交也行。对，这里隔着一个墙壁，你是没有办法记录到的。那我先把板子拍了，那卡了一个时间，我再上楼，我再交钩。不依赖道技，然后我要还有祭司短板博弈完以后再去玩。是的，祭司洞一钻，那这里的话就可以准备交钩了。要交吗？要交，直接交了，交了1楼窗钩口。那得通过移形拿到了，我甚至觉得。还不敢交，他暂时还不敢交，因为移形不一定有刀。这里还有个洞，一直有个联动。这里还记录到了吗？这里是记录刚刚密码机，好像是啊。现在跟着钻，根本见不到人啊。要不抓祭司去？想试一试吗？也不敢试。抓了呀，祭司2个洞都交了，但祭司第3个洞也好了，还有飞轮。他现在得防这个祭司反钻，他还得。他可以找弓箭手帮。是。这就是相辅相成。你看，小天来了。洞可能要打了，直接打中核心，再补一发，哇！进入到一个板区博弈，但是这里的板子已经记录到了，能拿刀。飞轮先躲一下，这里想要打东吗？但是打不了，先等这个撕裂值满了之后再打东吗？但是这样困兽叠起来了，是，先给一刀吧，我觉得是给一刀理智一点。对的，就把这个给刀也受伤加速也加到自己的一个牵制思路里。但这里有移形，再补上这一刀还是能来得及。密码机属于记录员还能接受。而且外面也能记录。小天这里也是交了2波龙骨弓的，
对的，这洞还是有一点点太省了，不过没关系，等一下换人过来救援，这个救援看能不能下来。想用侵蚀度卡着来解擦吗？想想这个撕裂度看能不能卡住吧。他想打一个取擦，然后瞬间再拿第2刀，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哎呦，弹刀了，那就无伤了呀。无伤之后，这个板子能博弈到吗？没能博弈到，由于是出刀过板。小天也没来，这波被记录了，那得来吧？他手上只有一个弓，加上一个兵。哦哟，打个洞倒在最里面去，是倒到最角。哦，现在守门人的化险为夷已经给出来了，翻箱子去了，感觉是想，还摸了半个球，感觉是可以求稳打的，救可以救，但是我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保你这个人身上。因为保这个人是很有可能牺牲后面的容错的，不如我再救一波以后就你能溜就溜，溜不了我们也把机子修够，3人看门战至少跑一个。说这一波他要不要帮忙扛呢？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可以扛。祭司的2溜空间是能溜到这个帮扛的人自起的，很大的。他现在手里还有第2个洞了，马上现在跟钻，还防反钻。但在这个板区，我记没错，好像还有一个盖板，提前帮忙盖，想帮忙这样的话看不到啊。好像求生者现在也有点忘了，因为他刚刚也是有一个记录盖板的。是，这个板子有点太短了，不是很好让求生者能去帮助卡。啊，那东玄确定你小天在修机，我就可以放心的挂人了。对的。放上之后先完成淘汰，然后再出去利用移形直接找人。他这个移形应该是更多捏在手里，不能贸然交，交了以后也不一定就能击倒人。小天这边是直接接近，手里这个弓是直接打出来，先上一波撕裂值。秘弩吧，秘弩再补，但这个身距拉不开，还是得短板博弈。密码机好像就是78那台吧。再拉半颗球，有个球，敢翻吗？哇，好敢翻！弹射交出来，旁边就是地窖，双方都注意到了。这波得倒走自己遗产，是这1/4的球不拉光吗？还想省一下？留着呀，不然一会儿可能会被压起身的。他没回光返照。对的，他怕是针对到死。如果说是你针对到最后呢，这个局面可能让监护者还能翻回一个4。哦，看到2个人在补机子，又回去守，这样但好像没有记录到，直接抢亮了。对，这样亮完之后，你手上现在也没有移形，两边门我一起贴，东玄现在该怎么办呢？先管住这边门，谁点这边门我就抓谁，然后用省略去管另一个门。但是你走地很难抓到人啊，这里直接起钩。是的，现在变换剩的狗可剩的多呀，然后还有飞轮。对，这种高低差，东玄是没有任何反绕短板博弈的机会的。再想回头找这个守门人，守门人也有个盾铲，那这个技能也是能避免这一刀的。只能记录一下另一个门了。但是这板子也还在，板子必须要踩，不踩的话是拿不到刀哦。甚至还有一个记录，一个蓄力刀想直接打出来。那这边门也在贴，他只能管一扇门，这局面其实锁定不了4抓了，很难的。对，移形直接接近，过来找小果冻，想把小果冻直接解掉。还有钩，对，他只要保证自己死的晚一点，然后守墓人又来给这边门压力，我觉得是稳跑一个的。对，甚至还能平。哦，再冲另一个门了，哇！钩又躲掉，这钩很极限。这时候也不能说是你直接放弃小果冻，因为你这时候放弃他就能直接奔一个3跑，他们已经知道地窖在哪里了。回退很多。果冻已经没道具了，这一波短板博弈很关键，看能不能直接击倒果冻。来骗！哇，果冻博弈很沉稳，不给你抽到机会。板子区域都还在，门感觉要开了呀。那这个板子不太好夺吧？由于他这个地形不是说是让自己能藏在一个板子后。打记录员还可以2个人叠在一块去骗那个记录嘛。是的。那最终一个平局也是。恭喜成都狼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在今天他这个打的比赛，无论在求生者还是监护者，其实都打得非常的不错，对吧？